上一世我被下放到农村喂猪，为了不被饿死，娶了当地大队书记的女儿李幼薇。之后的日子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回到城里。终于在5年后收到了老师的介绍信和回城的调令，我狠心抛下爱我的妻子和刚满3岁的女儿。刚回城之后不久，就被当作技术人员调往一处秘密基地参加科研工作。而就是在这3年时间里，我终于认清了自己的内心，爱上了那个满眼是自己的乡下土妞。所以当项目取得圆满成功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请假，前往当年插队的八宝粮大队，要和他复婚。然而，当我再次回到熟悉的地方时，等待我的只是2座长满杂草的孤坟。原来，在我们离婚之后的第2年，李家就遭遇了重大变故。那场变故直接导致李幼薇的父亲以及3个哥哥失去了生命，剩余的4哥也丢掉了双腿，变成了废人。李幼薇一下子从全家的团宠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不但要下地干活，而且还要照顾残疾的哥哥以及家里7、8个孩子。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李父当大队支书的时候得罪了人，现在李家败落了，免不了有人要报复，所以李幼薇经常被村里的几个地痞流氓骚扰。期间，李幼薇曾到京城找过周扬，但都查无此人。而就在此时，小宝又查出了重病，需要大笔的费用治疗。连番打击最终击垮了李幼薇，于是他在我回来的前3个月，带着女儿投河自尽，妻女惨死成了我一辈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我痛恨自己抛弃妻女，3年多的时间对他们不闻不问，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此后余生40多年，我都没有再碰过女人，将全部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并最终成长为横跨多领域的无双博士。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无法释怀。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到云山县的八宝粮大队，和我的妻儿埋在一起。幼薇、小宝，我来找你们了。再次睁开双眼，老天爷竟给了我再次选择的机会。这不是我40多年前下乡插队时住的那间土坯房吗？小薇，我就想不明白了，姓周的给你喂了什么迷魂汤？他说让你离婚你就离，你一个女人还带着一个奶娃，离了婚还能嫁给谁？你就算是不为自己多想，也为小宝想想。哥，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懂，但是这个回城的机会他已经等了足足5年，我要是不放手让他回去的话，他会恨我一辈子的。他敢？姓周的忘了他这些年是靠谁吃饱饭的吗？狗日的，要是敢不要你，老子直接剁了他！坏舅舅，坏舅舅！再次听到妻子和孩子的声音，我激动得无以复加，一把推开了堂屋的门。突如其来的推门声惊动了堂屋里的众人。你醒了？回想着几十年钻心刺骨的愧疚与思念，我再也忍不住，一把将幼薇拉到了自己的怀里。你莫哭，我同意和你离婚，还不行吗？不离婚，这场我不回了。咱这妹夫咋变了？难道说他是被打怕了？我知道你想回城，留下你的人也留不下你的心。放心吧，我不会让哥哥们打你的。爸爸，不要走，不要丢下小宝。爸爸不走了。你要是走的话，就不要哄小宝，不然以后他更伤心。我知道想让妻子相信自己真的不打算回城，就必须做出实质性的行动。想到这里，我回到里屋，从大红木柜里面取出一个用多层防水布包着的信封，而后当着李幼薇以及几个大舅哥的面，将里面的东西撕得粉碎。你疯了，这可是你老师的介绍信以及回城的调令，有了这些，加上大队的证明，才能顺利返程。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不回城了？不回了，对不起，这些年让你受委屈了，以后我会安安心心留在这里。相比于回城，我更在意你们母女。如果说回城的代价是抛弃你和小宝，这个城不回也罢。大哥、2哥、3哥、4哥，我知道这些年自己亏欠了幼薇以及李家很多，也让幼薇伤心了。不过请放心，从今以后我会好好和幼薇过日子，请给我一个机会。李家傻大黑粗的4大金刚顿时有些懵逼，他们被我的转变主不会了。夜深人静，尘埃落定，李幼薇依偎在我的怀里，一直傻傻地盯着我看。看啥呢？咋还不睡？看你睡不着。我有啥好看的？都结婚这么多年了，还看不够？你好看，一辈子都看不够。吆喝，自己这是被聊了。既然一辈子看不够，那下辈子、下下辈子我还做你男人，都给你看。对了，你为什么突然不回城了？是不是因为我哥他们？不是，因为我不想失去你们。就在我被2哥打晕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我梦到我和你离婚了，然后抛下你和小宝回到了城里。但是当我确定我是爱你的时候，想要回来找你和孩子，你们却不见了，那种感觉让我痛不欲生。梦里都是反的，不要放在心上。你要是不回城的话，那要不要让我爹到镇上给你买个工作吧？我再一次被怀里的这个小女人给感动了。眼下这个年代，一个正式工作有多金贵，即便在镇子上当个邮递员，没门没路的话，没有600-700块钱根本拿不下。不用了，工作的事情我自己能解决。为什么不要？你不会是还想着回京城吧？没有，我之所以不想让岳父帮忙买工作，一方面是买工作不划算，另一方面是不想让人说闲话。谁敢说闲话？让我哥揍他。对了，家里还有多少钱？差不多100块钱吧，你要用吗？我想去一趟市里，不要多想，我不是要偷偷跑，只是之前老师和我说过一个赚钱的法子，我想去试试。我没多想，你啥时候去？我让爹给你开证明。养好身体再说吧，我那几个大舅哥下手可真狠，浑身都疼。活该，谁让你老想着抛弃我们娘2个回城？不会了，再也不会抛弃你们了。你要去市里？我想到市里走几天，爹你给开个证明吧。你去市里干嘛？
没听说你在市里有亲戚啊？爹，我老师之前给我介绍了一个赚钱的路子，你去看看成不成？赚钱？是不是家里没钱了？不行的话，让右维回家一趟。爹，我知道你疼我们，也想帮我们，但是你又能帮我们到几时？我作为一个男人，也想撑起我们的小家。有几分男人样了，不过有些话我得提醒你，证明我可以给你开，甚至于你想回城也没问题。但是我希望你就算是走，也走得堂堂正正，别偷偷摸摸的走。爹，你放心，右维和孩子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不会离开他们的。好，希望你说到做到。回到家后，李幼薇也已经把饭做好了，几个野菜馒头，3碗没有多少米的稀粥，还有一盘凉拌苦菜。证明开好了。爹一共给开了3天的时间。那你早去早回，另外不要倒买倒卖，小心被人告。放心吧，这点分寸我还是有的。倒买倒卖虽然能挣快钱，但是我还真看不上，风险大不说还挣得少。而且像我这样的国士，还真看不上这种赚钱方法。还有比倒买倒卖更轻松、更赚钱的法子。一方面是因为急需钱改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我担心小宝的身体。前世小宝是在5岁的时候被查出心脏病，现在小丫头虽然没有任何的病症，但是我还是决定尽快带她去省城检查一下身体。而且眼下已经是75年的6月份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时间是77年的9月，距离现在满打满算也就2年多一点了。这将是我们一家子跳出农门，走向更广阔的舞台的机会。所以我不仅仅是自己想要考大学，还想让李幼薇也跟自己一起考，所以自己必须得在2年的时间里挣够2人未来几年上大学的花费。要是有能力的话，最好是在上大学的城市整一套房子。第二天我便早早的起床，20公里的路走了3个多小时，等走到汽车站的时候已经8点多。即便是县城，也没有想象中的繁华，只不过是多了一些砖瓦房子而已。好在现在已经是1975年，距离开启时代改革大幕的时间也没几年了，自己只要安心等待就行了。在哗啦啦的异响中，长途客车驶向120公里以外的城市。为了能带着老婆孩子上大学，我1天时间内徒步120公里，来到宁市的新华书店面试翻译官挣钱。赵阳同志，你懂外语？懂一些。请问你懂哪国语言？上一世身为中国无双院士的我，很想说自己精通英法德俄日韩这几国语言，但是在这个时代太出风头可不好，说不得还会引起有心人的调查。英语。英语好啊，咱们国家现在最缺的就是懂英语的人才。不过你想接翻译的活儿，我还得检验一下你的水平。随后老徐从一旁的抽屉里拿出2张写满英文的纸，递到了我面前。你看看这篇文章，你需要多长时间能翻译完？这是从英文经典书籍《致加西亚的信》中节选的一个段落，5分钟吧。5分钟。老徐显然也被我的话给惊呆了。几页纸的译文对于我这个常年用英文发表论文的国士而言，实在是没有什么难度。你的水平不错，有接任务的资格，但是按照规定，我们需要对你的个人资料进行审核。我当即将自己的身份证明以及大队开的介绍信之类的证明文件都拿了出来。你是京城人，插队到我们这里？在云山县团结公社插队。几年了？5年了。都5年了，咋之前没想着过来接活儿？一来是不知道有这么个工作，二来是以前一直是我媳妇养家，没有挣钱的动力。呵呵，那你可是娶了一个好媳妇。我看了你的身份证明没问题，不知道你想怎么接活儿？这个还有的选吗？有，根据译者的水平，我们将所有译者分为翻译员、翻译师、高级翻译师，等级不同，可接的任务也不一样。你的水平不差，但是现在却只能算是一个翻译员，所以也只能接一些外文杂志、期刊的翻译工作。等到等级提升了，就能接一些高级任务了。我想问一下，稿费怎么计算？另外，怎么提升等级？如果是翻译杂志期刊的话，3000字以内的话按篇算，1篇5块钱；3000字以外则是按照签字3元计算。至于如何提升译者的等级，其实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多翻译作品。具体晋级标准有没有？翻译作品超过1万字，作品准确率在90%以上，可以成为翻译员；超过10万字，准确率95%以上，可以晋级翻译师；超过100万字，准确率98%以上，可以晋升高级翻译师。那好，先给我找几本期刊吧，最好是工业或者是数学方面的。这是上面最新下发的任务，你可以试试。不过你要是想把书拿回家翻译，必须交付10块钱的押金。是漂亮国上个月发行的一本工业期刊，大约有50多页。凭自己的水平，要是全力以赴的话，最多2-5个小时就能将这本期刊翻译完。那你能让我待一会儿吗？你想在这里直接翻译吗？行是行，但你要知道，你们翻译完的作品是要上交到上面审阅的，只有审阅合格的作品才会有酬劳。所以即便是现在你翻译完了，我也没办法给你结算稿酬。没关系，稿酬可以慢慢结算。我这次有3天假期，我希望这3天的时间里将等级提升到翻译师，到时候就可以接一些更高级的任务回家做了。也许是我刚才的表现确实是震惊到了老徐，所以他不但给我准备了笔和信纸，还为他倒了一杯水。从中午12点开工到下午3点半，我已经翻译完1半的作品了。写满译文的信纸足足有60-70页，估摸着有1万多字。大师级的英文水平，专家级文学素养，加上速记员的速度，这让我在翻译作品的时候如鱼得水。
当我拿着翻译好的文稿递给老徐的时候，这个秃了顶的中年男人彻底的骂了：速度快，准确率又高，这不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吗？必须连夜将这份译文送到省里校对审核，并将我这个人才上报到有关部门，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对象。你的稿件我会让人连夜送往省城，不出意外的话，明天就会有消息。如果合格的话，我会尽快给你结算稿酬。谢谢徐哥。不客气，其实帮你也等于帮我自己。你也知道，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经验，每天都有大量的文件资料需要翻译，所以上面给每个省市的书店都安排了相应的翻译任务，并定期进行考核。你也知道，我们宁市只是一个偏远小城，本地又没有什么大学，所以翻译人才少得可怜。每个月上面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我都需要求爷爷拜奶奶的找人完成，耗时费力还费钱。如果你翻译的稿件质量合格的话，那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稿子质量您大可放心，有我在，徐哥你以后不必为完成任务而担心了。那感情好，你都不知道现在找个合格的翻译有多难。每一次上面有任务分配下来，我都要脱层皮，真的是一言难尽啊。以后上面再有任务，徐哥你可以直接交给我，这样一来你的任务完成了，我也能赚到钱，双赢。好，小赵，你晚上住的地方还没有安顿下来吧？不行就到我家吧，顺便让你嫂子整2个菜，咱晚上喝点。徐哥，我知道你是好意，但是这次就算了，一来是因为我今天什么也没有准备，上门拜访哪有空手去的不合适，二来呢你也知道我的时间不多，我打算晚上再译一些稿子出来，尽快将等级提上来。你要是晚上打算继续翻译稿子的话，那你就住在书店里吧。店里有个小单间，是我平时用来午休的，有床有被子，简单的凑合一晚上没啥问题。既如此，那就麻烦徐哥了。不麻烦。随后老徐将赵阳带到小单间，又应我的请求取了2本英文期刊后，这才离开。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等我将老徐留下的2本书都翻译完之后，外面的天色竟然已经微微亮了。小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省城的专家们审议评定后，你的稿子全部合格，且准确率在98%以上，所以你现在正式成为一个翻译工作者了。多谢徐哥的照顾。这是我应该做的，以后还需要小周你多照顾老哥哥我。我们这是相互照顾、合作共赢吗？你昨晚上翻译的稿子我已经看了，会尽快送到省里审阅的。另外，关于稿酬你有什么要求没有？不是说有标准吗？标准是标准，为了照顾你们这些特殊人才，上面除了钱以外，还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些票据。不知道你需要哪些票？我想要一些大米票和肉票，另外要是有邮票和糖票就更好了。我会向上面打报告的，应该没问题。老徐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当即锁了店面，带着我赶往对面的国营饭店。我终于吃上肉了，一盘肥的流油的猪头肉外加半个猪整肉。酒足饭饱，2人再次回到书店。整整1个下午，我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将2本期刊翻译完成。我的工作效率再一次震惊了老徐。原本我认为他的外语水平应该是专业级的，也就只比省城的那些外语专家差一点。但是现在看来是自己太低估了小赵的实力，他的水平至少是专家级的，应该不比那些外语专家差多少，甚至于更强一些。必须要和这个年轻人打好关系，这样的人才实在是太难得了。第2天早早的就起来，并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由于队里只批准了我3天假期，所以我必须今天返回八宝粮大队。接过老徐递过来的10几张大团结以及一小捆票据，我的心里非常的激动。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你一共翻译完3本期刊，一共涉及21篇短篇和2个长篇。按照约定的稿酬计算，短篇5块钱一篇，合计105元，而那2个长篇差不多有9000字左右。按照签字3元计算的话，就是27元，一共是132元的稿酬。70年代县城里一个产业工人1个月的工资也就不到30元，130元相当于一个普工小半年的工资。再次向老徐道谢之后，我带着10多本英文期刊坐着公交车来到云山县。不过我并没有立即回村，好不容易来一趟县城，再加上手里有钱有票，我得好好采购一番。不知道右威看到我赚了这么多钱，会高兴成什么样？我凭借前世无双国士的记忆，在新华书店帮国家翻译英文工业期刊挣了130元巨款。随后来到县城的供销社，开始疯狂扫货。当我进来的时候，几个售货员正在接待一帮农村的妇女，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提着一个装满鸡蛋的篮子。70年代在农村养鸡卖蛋绝对是眼下为数不多被允许的商业行为，甚至于老百姓将鸡形象的称之为鸡屁股银行。一般人家1年的油盐酱醋都指望卖鸡蛋得来的那点钱。同志，请问你需要些什么？给我10斤大米，5斤肉，高粱酒2瓶，另外再给我称2斤糖，白糖红糖各1斤，再来1包大白兔奶糖，麦乳精也来1盒，香皂来1块，毛巾2块，牙刷3个，牙膏1盒，雪花膏也给我来1盒。听到我扫货一样的声音，售货员彻底的麻了。一时间，整个供销社里，不管是买货的还是卖货的，都停下了手中动作，视线定格在了我的身上。我的钱是通过劳动得来的合法收入，
一不偷二不抢，也不怕别人说闲话。二来家里的条件实在是太苦了，挣了钱自然要改善佑薇跟小宝的生活水平。一番狂购之后，我带着大包小包的物资，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供销社。由于带着从宁市拿回来的10多本期刊，还有这么多的物资徒步扛回家，实在是不太现实，所以我决定到县城东面的磨坊碰碰运气，看有没有来磨面的乡亲好搭的顺风车。大壮是不是要回村呀？是会呀，你是刚从城里回来吗？刚回来，买了些东西，想搭你的顺风车。行，上来吧，咱一块回家。赵知青，村里人都说你不要小薇了，是真了吗？谁说的？我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媳妇呢？村里都在说你准备回城了，也不打算带小薇和宝，还说因为这事儿你还被你了那几个大舅哥狠狠揍了一顿，传了有鼻子有眼了。村里人还传啥了？前2天你不是请假到城里了吗？村里人都说你是跑了，不会再回来了。那小薇没有出面解释吗？咱没说，但是大家都说小薇被你骗了，你绝对不会回来了。我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一阵心疼。自己离开的这几天，那妮子不知道承受了多大的压力。我在村民们眼里一直都是软饭凤凰男的形象，娶李幼薇的目的本就不纯，这个时候抛弃他们母女再正常不过的了。周知青，你这次回来还会离开吗？暂时没打算离开，就算是要走，我也要带着小薇和宝一起离开，绝不会抛弃他们。这话说了像个爷们儿，俺都说嘛，像你这样的文化人哪能做出那种猪狗不如的事情？听到这话我老脸一红，前世的我还真就那样做了，狠心的将他们母女丢在了农村。回到村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将采购的物资一一搬到屋里后，我就决定晚上好好整几个菜，然后将岳父岳母以及几个大舅哥们叫过来一起吃顿饭。是小姑父来了，宝儿，你爹来找你了。爸爸，你回来了。回来了，宝想爸爸吗？好想好想，有这么想。来吃糖。爷爷，是大白兔啊，宝好喜欢。听到有大白兔，其他几个小娃娃也都围了过来，眼巴巴地望着我。我也没有吝啬，当即将兜里的奶糖都拿出来分了下去。小杨回来了，刚到家，娘，我割了点肉，又给你买了点营养品，你收起来吧。咋买这么多东西？这得花多少钱啊？这些年我也没孝敬你些啥，实在是有些惭愧，东西您就收下吧。另外，我晚上做一桌菜，我爹和几位哥哥嫂嫂下工后一起去我那里，晚上咱好好坐坐。顺便我也有事情要说，那我走了，娘。娘，你说小姑丈她是怎么了？不过时不过节的，又送东西又请吃饭的，这是要干啥？我有些心慌，感觉这不像是什么好事儿。你都说了，这不过时不过节的，没理由送东西。再说了，这些东西可不便宜，加起来都得7、8块钱了。而且你刚才没听他说晚上有事儿要宣布，我担心他要和我们说回城的事儿，要不就是说和幼薇离婚的事儿。离婚？你小姑丈家里的情况你们也都知道，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现在遭了难，但随着形势的好转，他们回城是必然的。而现在拦在他回城面前第一块绊脚石就是小薇，除了这娘真的想不到他还有什么理由这样做。他要是走了，那小薇和宝儿怎么办？那丫头太痴心了，我这个做娘的也帮不了她，只希望她到时候能……此时的我并不知道，原本只是想尽尽孝心的举动让丈母娘误会了。老李家是个大家族，加上我们一家3口，晚上来家里吃饭的就有21口人，这么多人吃饭必须得多准备一些。折腾到下午6点半，饭菜也准备的差不多了。这时村子外突然响起了尖锐的哨子声，生产队要下工了，自家的傻媳妇要回来了。咋没做饭呢？你2个一下午都干啥去了？宝他爹回来了，那些东西就是他送过来的。咦，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我那妹夫还懂得孝敬您2老。呵，是卖乳精啊，还有糖和肉，姑丈也太舍得了吧。这些东西估摸着得10几块钱吧。小薇，你不会是将压箱底的钱都给了他吧？没都拿出来，就给了他50块钱。50块钱？想想他们累死累活1年，一口人到年底也就分个50、60块钱。要是遇到旱涝灾害，别说分钱了，能不能喂饱肚子都两说。小薇，那可是你结婚压箱底的钱，怎么说拿就拿出来呢？娘，这不是他要出门吗？身上多带点钱也是好的，免得在外面遇到难处。你啊，就是被他迷住了，处处为他着想。他是我男人，不为他着想，为谁着想？那你想过没有，他要是不要你和宝了，你们咋办？娘，你多想了。娘也希望自己是多想了，但是下午他过来的时候，不但提了这么多贵重的东西，还说晚上让我不要做饭了。他邀请我们吃饭，还说有事情要宣布。娘，我有些不懂了。他给你和我爹买东西又请我们吃饭，这不是挺好的吗？但看你的样子却不太高兴，这是咋地了？你啊，真是笨得要命。都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们那位姑丈平时都傲得像一只野公鸡，啥时候孝敬过咱爹娘？这不过时不过节的给人送东西，还请人吃饭，太反常了。而且他还专门提到了有事情要宣布，说的这么正式，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而现在对于姑丈而言，最重要的事情不就是回城吗？所以他肯定是要说回城的事情了。他说过不回城了，而且他已经把回城调令撕了。
撕了又不是不能补办，说不定他这次到城里就是办这事儿的，等办成了才回来和我们说。这也是娘最担心的事情，城里的供应粮不好解决，姑丈要是回城的话，肯定没办法带走小薇和宝儿。而且回城的话，要求必须是未婚，姑丈这些年一直没有和小姑扯证，恐怕为的就是回城的时候好脱身。这个狗东西真的是记吃不记打，老子找他算账去。站住，莫要咋咋呼呼的，这些都是猜测。赵阳到底是啥意思，我们还不知道，万一误会了咋办？爹说的对，先不要着急，等搞清楚事情之后再说也不迟。世间之事，一浊一饮皆有定数，有些事情可以躲得过别人的指责，但是却逃不过良心的谴责。他要真的敢抛弃妻女，以后有他后悔的。至于小薇和宝，咱们老李家5个大男人还养不活他们母女2个。爹说的对，他要是不要小妹的话，咱们老李家养。对，咱回头就给小薇找个更好的，气死他。他爹，那咱们现在咋办？走，他不是要请我们老李家吃饭吗？咱就去看看他摆的是什么鸿门宴。穿越回70年代的我，花费30元巨款，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邀请岳父一家吃饭。爹娘还有各位哥嫂，大家都别干坐着动筷子啊。饭先不着急吃，你不是有事情要说吗？干脆说完咱再吃。也行。赵阳将李幼薇的手拉了起来，然后郑重地看着岳父岳母。爹娘，我准备明天和小薇去扯证。你要宣布的事情就是扯证吗？我和小薇已经在一起4年了，宝也已经3岁了，是时候扯证了。对于你们扯证的事情，我是举双手赞同的。明天我给你们批假，早点去公社把证扯下来，省得我们担心。吓死个人了，扯证就扯证，整得这么正式干嘛？还以为你小子要和我们家小薇离婚呢。怎么会离婚呢？我这辈子只有丧偶，没有离婚。之所以整得这么正式，主要是我觉得扯证这事儿对于我和小薇都是人生大事儿，理应正式一点。对，正式点好。张桂英心里还是有点不太放心。除了扯证的事儿，没有别的事儿了吧？有，大家不要紧张，我说的是好事儿。啥好事儿？前2天我不是到市里走了一趟吗？在那里找了个兼职，以后的工作重心可能要放在那边了。啥兼职？挣钱吗？翻译，就是给国家翻译一些外文资料，倒是挺挣钱的，最起码比挣工分合适。是不是要到市里上班？不用，在家里做就行。然后就是把翻译好的稿子给人家邮寄过去，人家再把钱给我寄过来。那1个月能挣多少钱？暂时还不清楚，不过我去了3天，实际工作1天半，一共挣了132块钱。多少？132。众人都被赵阳的回答给惊呆了。作为村支书的李丰年，1年下来也就不到300块钱的工资，平均到每个月也就25块钱，而赵阳是1天半就挣了132块钱，这完全是超出了他们的认知。这是正经营生吧？不会违法吧？娘，我这是给国家工作，怎么会违法呢？但是这挣的也太多了，比国家干部都挣得多。您可能不知道，现在国家层面翻译人才严重缺乏，我现在只是刚刚入门，等干的时间长了，级别提上来，挣的会更多。还能挣更多？保守估计1个月700-800块钱应该不成问题。我的天神爷，那1年下来不就是1个万元户了吗？差不多吧，1年1万块钱听起来不少，但以上面开出的稿酬和我的翻译速度来看，这个小目标应该很容易就能完。这么说来，你是准备一直留在村里，不离开了？暂时不打算离开了，要是以后有机会了，我会带着小薇和小宝一起离开。如果无法带他们走的话，我一个人是绝对不会离开的。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话。酒足饭饱，等岳父大舅哥一家子离开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将宝儿哄睡了之后，屋里只剩下了赵阳和李幼薇2个人了。你真的准备和我扯证？这个证必须扯了证，我们就是真正的合法的夫妻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是非法同居。你就能瞎说？这年头不扯证在一起的大有人在，难道人家都违法了吗？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他们还真的是违法了。咱是守法好公民，必须持证上岗。那你想过没有，一旦扯证了，你就没有机会回城了。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如果回城的时候能带上你和宝的话，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城。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却是，回城和老婆娃娃只能2选1，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到底是回城重要，还是你和宝重要？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无数遍，最终我的答案是你和宝重要。可是没什么好可是的，如果说回城的代价是抛弃妻女的话，我宁愿一直留在你们身边。那你这个翻译的活儿能长久吗？3-5年内问题不是很大，毕竟翻译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你以后专心在家里翻译，上工的事情就交给我吧。不，我的想法是你也不要上工了。不行，一家必须要有一个劳动力上工挣工份儿，不然的话就没有人头粮。咱以后挣了钱，完全可以到供销社买粮吃啊，有钱还会怕没粮食吃吗？话虽如此，但我们家里谁都不上工的话，村里人难免会说闲话。爹又是村支书，少不了会有人觉得是我爹以权谋私，咱不落他们那个画饼。如果你要坚持上工的话，那就弄个轻松的活吧。我以后应该是不会下地了，计分员那个岗位不就空出来了？你又是高中生，肯定能胜任那个岗位。再说吧，毕竟计分员这个岗位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爹之前为了让你当这个计分员，不知道费了多大的力气。如果再让我接替你的班，肯定会有人说闲话的。那要不就打猪草或者是放牲口都行，虽然工分少点，但是胜在轻松。行，我和爹商量一下再做决定。
第二天，两人便早早的来到公社领了结婚证。看着一脸娇羞的李幼薇，赵阳也不管公社门口进进出出的人，直接在他的脸上狠狠亲了一口。羞死人了，大白天的也不怕别人笑话。我亲自己的媳妇儿，谁敢笑话？咱有证。知道你有证，但是也要注意影响。哈哈哈，那咱们关起门来亲亲。你这人扯了证之后，怎么变得这么赖皮呢？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回村吧，还能赶着去上一会儿工。不回，跟我去县城，那你买点衣服，再扯点布给小宝做身小裙裙。赵阳拉着李幼薇轻车熟路的来到供销社，由于是上午，所以供销社的人不少，不过大多数是来卖鸡蛋的。大哥，又是你啊！今天又打算买点啥？有诚意吗？只有的确良衬衫和碎花裙子，要买其他衣服的去百货市场。有碎花裙就行，照我媳妇的身材找一套。女售货员在这才注意到一旁的李幼薇，知道大哥有媳妇后，女售货员脸上的表情不由得僵住了，态度也不似之前那样热情了。但出于最基本的职业素养，还是去里面取了一套印着黄色小碎花的连衣裙出来。同志，这裙子不便宜吧？可不便宜，10块钱一件，外加3尺布票。这么贵，那我们不要了。李幼薇也被这个价格吓了一大跳，1尺棉布眼下也不过4至8毛钱，10块钱可以买1丈布。包起来吧。咱不要了好吗？这么多钱一件衣服，我得上多少天工才能挣回来？再说了，这衣服真不适合我，天天上工哪能穿出去？行啊，哪有结婚的时候不买一件新衣服？你忘了我是有工作的人。那个棉布多少钱1尺？有布票的话7毛1尺，没票的话1块1尺。一共有1丈4尺，全都要这样的布。面粉来10斤，糊油来5斤，肉也来2斤。李幼薇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的供销社，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他家的男人就花掉了60块钱。我怎么没发觉你竟然这么能花钱？以前挣不来钱，所以不敢花。就算是现在挣钱了，那也不能这么浪费啊。不算，但是给自家媳妇买东西，那也不算浪费。你值得一切最好的东西。下午回到村里的时候，岳母张桂英以及四嫂钟那都在他家院子里等着，想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把结婚证给扯了。当看到那2张附带着照片还扣着章的红色大纸，张桂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娘，这是好事儿，你哭啥呢？娘这是为你高兴啊，你这些年的付出也算是值得了。娘，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待薇薇的。娘信你。随后赵阳将李幼薇以及岳母等人叫到屋里，然后将采购回来的布匹拿了出来。咦，这么多布，够1丈多了吧？还有花布，太好看了。娘，这里有1丈4尺布，等一下你拿回去裁成衣服，给我和薇薇做一身套装，再给宝做一件裙子，剩下的还够给你和爹以及家里的小家伙们各做一身衣服。这怎么能行？这么多布。娘，这些年多亏你们的帮衬，不然的话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会堕落成什么样子。你们补贴给我们这个小家的钱和粮远远不止这点，各位哥哥也是一样的，都没少帮我们。以前想要孝敬你们，我也是有心无力，但是现在我有能力了，给你们花点钱也是应该的。娘，你就听他的吧。哎，娘听你们的，你们都是好孩子。随后便拉着李幼薇到里屋商量如何利用这些不去了。看看时间还早，他就拿出纸笔以及带回来的英文期刊工作了起来。这2天将前几天赚的稿费基本上霍霍完了，所以接下来赚钱才是他最紧要的。一方面是他得赚钱扩建一下房子，现在的房子面积狭小，光线也不好，所以赵阳准备再往出扩个专门用来工作的书房。另外就是洗澡也是个麻烦事儿，赵阳决定在家里修一个简单的洗澡房，保守估计全折腾下来需要100多块钱。赵阳还得想办法解决2个人上大学的学费，按照每人每个月基本开销20元计算的话，1年就是240元，2个人就是480元，本科至少4年，那就是1920元。这只是最基本的生活开支，真要是到了学校，需要的资金可能远远。赵阳带着女儿来工地上工，没想到生产队长陈建英竟然躲在门外偷听。李支书，你家这姑娘可真娇气，生病了就躲在家里睡大觉。陈队长，你这话是啥意思？现在可是农忙之际，大家伙谁家不是从早忙到晚，有个头疼脑热的都很正常。你见谁家的人会因为这点小病小痛猫在家里躲清闲？这不是娇气，这是啥？听到陈建英的话，赵阳的拳头不由得攥得紧紧的。前世李幼薇之所以带着本自杀，和眼前这个人模狗样的东西有着直接关系。我家闺女就是娇气，咋了？吃你家粮食了？是没吃我家的粮食，但是你这样做让其他社员怎么想？爱咋想就咋想，我李丰年行的正坐的直，不怕别人说，就怕你行不正坐不直。你这话是啥意思？你要是觉得老子徇私舞弊，你可以到公社告我去，在这里嚷嚷个毛？你难道没有徇私舞弊吗？你要是没有，这计分员的岗位能轮得到这小子？老子就是让自己的女婿当计分员了，你能咋地？你要是能在村里找出一个比他文化水平更高的人，老子让他把这个计分员的岗位让出来。屁话，谁不知道他是城里来的知青，文化水平高，但是一个计分员而已，能写字会算数就行了，要那么高的文化水平干嘛？哼，有文化就是优势，你要是不服了的话就去公社告我，没事的话少在老子面前瞎嚷嚷，惹恼了老子直接打得连你老娘都认不出你。陈建英看了看李丰年壮硕的身子以及浑身上下结实的腱子肉，李丰年，这事儿咱们没完，老子一定会去公社反映你的。滚你娘个头，爱咋咋地，
等老子怕你不成？然而一旁的赵阳听到这话后，眼里闪过一丝杀机。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他奈何不了我的。爹，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您还是小心点。姓陈的不会这么善罢甘休的。陈家在八宝梁村是大姓，且大多数人不是宗亲就是姻亲，盘根错节之下势力很大。而陈建英本人也颇有能力，尤其是会钻营，因此当年选村支书的时候，他是势在必得。没想到当年我因伤因功突然退役，人刚回村京就直接被上级任命为八宝梁大队的村支部书记。陈建英的支书梦还没来得及做就泡汤了，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被任命为团结公社第4生产队的大队长。所以他一直对我怀恨在心。不过他有几斤几两，你爹我还是清楚的。他要敢整什么幺蛾子，老子打断他的狗腿。老爷，妈妈说了，打人是不对的。你这个小丫头，竟然管起老爷的事情了。老爷不许打断人的狗腿。爸爸，人怎么会有狗腿？小宝，老爷只是和你开玩笑，别当真。爹，还是那句话，你务必要小心。过段时间我再收拾这个老王八蛋。你可不要做傻事儿，一来不知道，二来这也不算什么大事，你也没必要和他一般见识。男人嘛，度量大一点，不要小肚鸡肠的与人斤斤计较。赵阳只是点了点头。李丰年不知道的是，他们之间的仇恨不是言语上的小争执，而是涉及到了多条人命，实实在在的血海深仇。前世赵阳是75年的7月份离开的八宝梁村，78年的9月份回来的。痛苦之余，赵阳当即调查起李幼薇的死因。这部调查不知道，一调查还真让他查出来一大堆隐秘的事情。就在他离开八宝梁大队的第2年，云山县遭遇了100年难得一见的大雨。那场大雨足足下了3天3夜，导致村子上游的宝丰水库的水位超过了警戒线，堤坝也因为年久失修出现了裂缝。一旦水库的堤坝被洪水冲毁，上亿立方米的大水奔腾而出，下游几10个村庄面临被洪水淹没的危险。险情出现之后，作为村支书的李丰年当机立断，他一边让人冒雨疏散下游所有村庄的百姓和牲畜，与此同时亲自发动周围7、8个村庄数千青壮年保卫堤坝。而李家4个儿子也全部让他带上了大堤，投入到抢险保堤中来。最终堤坝没有保住，堤坝崩毁的时候，李丰年以及4个儿子都在大堤上，结果父子5人全部被洪水冲走。等洪水退去，人们只是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找到了断了2条腿的李国强，而李丰年以及3个儿子尸体则是在4天后被寻回。一时间李家多了4口棺材，村东头的小山梁上多了4座新坟。一场洪水彻底的摧毁了李家，昔日人丁繁盛的大家族几乎是一瞬间就衰落了。相反，陈建英一家却牛起来了，在陈建英的多方钻营之下，顺利接替了李丰年的位置，成为了八宝梁大队的村支书。陈建英在当了这个村支书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压李家。他将队里最苦最累的活儿分配给他们，在记工分的时候也故意少给。仅仅不到半年，张桂英的身体就垮了，熬了几个月之后也撒手人寰。受不了打击的3嫂王丽霞疯了，2嫂孙露则是带着孩子回到了娘家，养活一家子的重任最终落到了李幼薇以及大嫂4嫂的身上。李家遭了难，陈建英的儿子陈刚也没了顾忌，5次3番的来纠缠李幼薇。此时小宝也在医院查出了绝症，面对丈夫的抛弃，父母兄长接连的去世，女儿重病以及陈家的逼迫，李幼薇这个本就纤弱的女人终于崩溃了。随后她在下工后的一个傍晚，抱着女儿一头扎进了后山的水库，璀璨的生命最终定格在了如花的24岁。可以说，如果没有陈建英以及陈刚这对父子，李家的生活虽然艰辛，但是却不至于活不下去。这一世由于赵阳的重生，很多事情都发生了改变，但是仇恨却没有因为这儿消失，反而在看到陈建英之后愈发的浓郁且清晰了。这一次我绝对不会让他再伤害到幼薇以及李家任何一个人。既然如此，这个工我还得上，最起码在扳倒陈建英之前不能不上。虽然说要上工，但是赵阳的工作实在是谈不上累。别人累死累活干活的时候，赵阳却只需要到地里转转，检查一下村民们干的活是不是合格。剩下的时间他绝大多数都是在办公室喝茶，随后他便回到大队部的简易办公室里，拿出英文期刊翻译起来。此时与赵阳斗了一晚上地主的李幼薇刚刚起床。自家男人扯了证之后怎么大变了样子？之前即便是上床，他也是呆头鹅一样草草了事儿，但是昨天晚上完全不一样。虽然有些羞耻，但是那个过程真的是很让人怀念。昨天从县城买的肉还剩下1块，全做了给我男人补身体，毕竟娘说过男人做那事儿是很伤身体的，昨晚上他辛苦了一晚上，肯定累坏了。幼薇当即砍了1颗大白菜，然后切肉切菜搓馅和面饼皮儿。不一会，一笼白森森胖乎乎的大肉包子就新鲜出锅了。你这孩子又拿什么东西来了？娘，我给你们蒸了些包子，你们中午的时候熬一锅粥就行了。娘，是白面包子粒，看起来真馋人。微微，这包子么不是肉馅的？猪肉白菜馅的。真是肉馅的，那得要多少肉？再说了，你们刚刚才请家里人吃了饭，咋又送这么多包子过来？微微，以后你还是不要送我们的了，这样让人看了不好，也会让姑丈对你有意见。你嫂子说的对，你们毕竟也是一家人家，你老往娘家送东西不太好。你们多想了，宝爸可不是那样的人。李幼薇不等母亲和嫂嫂多说，
便以要给赵阳送饭为由离开了李家。就你一个人啊？爹带着小宝到小河湾那块地里去了，其他人也是个忙个的，可不就我一个人吗？那就赶紧吃吧。这时陈建英带着三儿子陈铁从外面走了进来，而陈铁的手里还提着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东西的小木桶。大侄女儿，你们李家的伙食是真的好啊，这不过时不过节的就有包子吃。我怎么听陈队长这话有些酸溜溜的？以你陈大队长的家底儿，不至于连一顿包子也吃不起吧？赵阳刚刚咬了一口老婆送来的白菜大肉包，就被生产队队长陈建英盯上了。大侄女儿，你们李家的伙食是真的好啊，这不过时不过节的就有包子吃。我怎么听陈队长这话有些酸溜溜的？以你陈大队长的家底儿，不至于连一顿包子都吃不起吧？赵知青，你这叫什么话？一顿包子我们还是能负担得起的，只不过我们陈家家风朴素，不像你们这么奢靡罢了。陈队长这是有点上纲上线了，一顿包子而已，这就奢靡了？要你这么说的话，城里的那些工人们全都过着奢靡的生活了。信不信我现在就去公社告你去，说你散布谣言，破坏工农阶级的同志感情？我没说，你不要给我戴帽子。赵知青，我爹只是觉得大家伙都是同一个大队的，其他人家青黄不接，有些人家更是一点存粮都没有，全靠野菜树皮过活，而你们老李家却顿顿白面细粮还有肉，你让其他社员会怎么想？这小子读过几年书，现在是村里小学的教师，这话说的果然有水平。社员们吃糠野菜，难道不应该问你爹这个大队长吗？和我有啥关系？你这话是啥意思？字面意思，你是咱们第4生产队的大队长，主管生产。社员们家里的余粮撑不了1年，难道不是你这个大队长无能吗？照你这样说，李丰年还是村支书呢，他是不是要负更大的责任？村支书的主要工作可是统筹全局，主管社员们的思想动向，生产的事情主要还是要靠生产队的这些队长们。所以社员们吃不饱饿肚子就是你的问题，不要解释，解释就是掩饰。你。陈建英吹胡子瞪眼，气得胸口起起伏伏，但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赵阳将最后一个肉包子3两口吃进肚子，提起装包子用的篮子，然后拉着李幼薇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办公室。然而就在两人出门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给陈建英送饭的二儿子陈刚。看到李幼薇的一瞬间，赵阳看到这混蛋的眼里闪过一丝淫邪的目光。微微，来给赵知青送饭呢。赵阳自然也不想和他多说什么，直接拉着李幼薇从陈刚的身边走过。别让我找到机会，不然的话一定要让你们两个好看。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看你好像很讨厌陈队长。早上的时候，姓陈的和爹又吵架了，还揪着我当积分员这事不放，看着就讨厌。原来是这样啊，你也不要放在心上，嘴长在人家身上，咱们也管不了。就是听了心里有些不舒服。媳妇儿，有件事儿我想和你商量一下，可以吗？不是早就说好了吗？家里的大事儿都是你做主，你想干什么自己拿主意不就行了吗？哈哈哈，我觉得咱们以后不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说说我不想干这个积分员了。为什么？就因为姓陈的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吗？有，但不全是。如果是担心别人说闲话，这个你大可没必要，因为你的这个积分员也不是白得的。啥叫不是白得的？这事儿你就别问了，反正就算是姓陈的告到公社也没用，爹没有徇私，咱也没有占队里的便宜。看这丫头的表情就知道有内情，但不愿意和自己说，自己还是不要追问的好，等回头问问岳父吧。不想让人说闲话只是一个方面，我不干这个积分员最主要的原因是分不开身。你也知道我现在接了市里翻译的活儿，继续当这个积分员影响工作，搞不好两头都得耽误。难道不能两边都干着吗？我担心你那个翻译的营生干不长，你也知道的，生产队除了这个积分员外，其他活你真的干不了。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放心吧，就算是不干这个积分员，我也能将你和保养的白白胖胖的。看到了吗？这是我上午抽空翻译的，按照约定那边要付给我10块钱的稿酬。真的？你真的一上午赚了10块钱？要是我安心在家里做翻译的话，一上午至少能赚20块钱。咋能这么挣钱？难怪李幼薇会这么惊讶。眼下全国农村人口为8亿左右，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仅有133元，而其中90%以上为食物，货币收入不足10%。更为重要的是，眼下全国有4000万户农民的粮食只能吃半年，还有几百万户农家地境产光就是断粮之时，从冬到春全靠政府救济，靠借粮或外出讨饭度日。这还不算什么，还有约2亿人每天挣的现金不超过2角，有2.716亿人每天挣1.64角，有1.9亿人每天挣约0.14角，有1.2亿人每人每天挣0.11角。才10块钱而已，等我晋升到翻译师或者是高级翻译师，还能挣得更多。这么高的工资，上面真的允许吗？放心吧，我这也是给国家工作，没问题的。这事儿我们还是再商量商量吧。积分员这个岗位活少还不累，就这么不干了，实在是太可惜了。反正我也没打算现在就不上工，到时候再和爹商量商量。两人来到李家上工的小河湾，看到两人过来，小宝眼睛一亮，急忙小跑着迎了上来。爹，小姑丈现在是真的变了，不但和小姑扯了证，对小宝也比之前上心了不少。谁说不是？姑丈这是准备安安心心的和小姑过日子了，小姑也算是熬出来了。他是个有文化有能力的人，以前就是没把自己的心放在这里，现在看来是想开了。
我这妹夫确实是改变很大，但是这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还是改不了。这些白面和肉要是换成苞米面，够咱吃3顿。你就说这大肉包子好吃不？好吃，就没吃过比这更好吃的包子了。哼，好吃还堵不住你的嘴。你这话要是让姑丈听到了多不好。大哥，你也别嫌嫂子说你，人姑丈给咱送来这么香的包子，你却说人家花钱大手大脚，谁听了能高兴？赵阳远远的就听到李家这边传来的谈笑声，不由得暗暗感叹李家的家风确实让人佩服。这年头家里有老人在的时候，通常是不兴分家的，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难免磕磕碰碰的。再加上物资实在是太匮乏了，往往因为一个土豆都能争得面红耳赤的。但是在李家永远都是和和气气的，即便是前几年李丰年经常给女儿送粮送面，几个大舅哥也是帮着盖房垒墙，甚至于弄柴禾，但是却不曾听几个嫂子有啥意见。这固然是老岳父李丰年能压事儿，几个儿媳妇都不敢放肆，但更重要的是这几个嫂子都是明事理的人。爹，各位哥想说啥呢？这么高兴？说你大手大脚的，一顿饭花了别人家3顿饭的钱，是多花了点。这事儿我检讨，主要是昨天我和小薇刚扯了证，理应庆祝一下，所以就多买了点肉。但这玩意儿又放不住，所以干脆就今天全做了。吃就吃了，咱们也不是吃不起。不过以后要是再做这样的好吃的，尽量不要往地里拿了，咱回去吃。爹，有件事我思考了好几天，想和您说说。啥事儿？爹，你说咱们为什么这么穷呢？大家不都这样吗？哪有为什么？您觉得这正常吗？有啥不正常的？这些年不都这么过来的吗？而且我觉得这几年已经很好了，最起码没有饿死人的情况了。我觉得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太苦了，这不好。苦吗？我怎么没觉得？我们家确实谈不上苦，但是您看看周围的其他人家，有哪一家能像我们这样存粮从年头吃到年尾？确实不多，大多数人家都得吃个把月的野菜树叶子，不然还真熬不到秋收。对，老百姓辛辛苦苦一年，却连最基本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更不要说其他的了。所以我认为您得想想办法。你是说我？对，您作为村支书，理应带着老百姓脱贫致富。这事儿我之前也曾想过，但是4周可开垦的田地都已经开垦出来了，实在是没办法。那您就没想过发展副业吗？副业？你说的是养猪还是养鸡？都能养啊。呵，说的太轻巧了。你想过没有，不管是养啥，那都要消耗大量的粮食，人都没得吃，哪还有余粮喂猪喂鸡？爹，我有办法解决饲料问题，不知道咱队里能不能大力发展一下副业？你的意思是想让队里多养鸡扣猪？不，我的意思是让社员自己养猪养鸡，队里给他们解决猪苗、鸡苗以及饲料问题等。这些猪呀鸡呀出栏后，社员上缴队里一部分钱物就行。这样一来，老百姓手里有钱了，队里紧张的财政也能得到缓解，一举两得。先不说政策上行不行，就说家家户户都干副业，队里哪有那么多的饲料给他们？爹，我说了，饲料的问题我来解决，你就说这事儿行不行？事关重大，我一个人拿不了主意，得和各个生产队的队长商量一下，另外还得和公社的主任、书记汇报一下才行。李家人在田埂上闲聊的时候，不远处陈建英一大家子也在吃饭。妈的，气死老子了！迟早一天老子弄死个狗日的！爹，谁又把你气着了？我给你出气去。看着儿子吊儿郎当的样子，陈建英就忍不住一阵来气，顺手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没用的东西，就知道走歪门邪道。你要是真有本事，还能让李丰年家的那个丫头便宜了姓周的小子。人家看不上咱陈家，我有啥办法？哼，人是看不上陈家吗？人是看不上你。你看看你，一天天就知道和那些狐朋狗友吃喝玩乐，吊儿郎当的没个正形。这么大的人了，连个媳妇儿都找不上，真是丢人。我才不要乡下的女人，城里的女人多洋气。洋气洋气，就知道洋气。就你这样，就算是给你找个城里的，你也留不住。爹我也就罢了，但是你想将双妹嫁给李家的老四，人不也拒绝了吗？我看李家不是看不上我，这分明就是看不上咱陈家。哼，老子迟早有一天要让姓李的后悔。爹，我有办法搞李家一次，不知道你想不想？你有啥办法？爹，这事儿我下工后再和你合计，咱回头说。穿越回70年代，来到工地给女知青记工分，刚学会锄地的赵雪娥就把赵阳堵住了。杨哥，你来检查任务了。看你干的好不好，不好的话就扣你工分。我已经学会锄地了，你今天至少得给我7个工分。你要是天黑的时候能锄到地头，我就给你7个工分。那咱们一言为定。对了，杨哥，你要是有时间的话，还是去看看陆姐吧。沈晨露，她怎么了？陆姐上午晕倒了，我看梁月姐将她扶着回村儿了，应该是到宿舍了。赵阳点了点头，随后朝着知青点的宿舍走去。露露，姓周的就是一个没良心的小白脸，你为了他这样糟践自己不值得。你休息一会，我先去上工了。梁月刚出门便碰到了急匆匆赶回来的赵阳，看着依旧潇洒帅气的赵阳，梁月心里就忍不住一阵嫉妒。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来找沈晨露，和你没关系。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女生宿舍啊！赵阳根本就没有搭理梁月，而是从衣兜里取出几块给小宝准备的糖，直接塞入沈晨露的嘴里。我有话和你说，到外面等你。听说你晕倒了，要不要去卫生院看看？不用了，你也知道我这是老毛病了，去
去卫生院也没用。低血糖很危险，你时刻把糖和零食备上，以防万一。赵阳哥哥，你是在关心我吗？是，但只限于哥哥对妹妹的关心。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这样的。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为什么对你爱答不理的，为什么会那么快就和李有为结婚吗？好，我今天就全告诉你，因为你爸沈振国。我爸？赵阳哥哥，你是在恨我爸在你们家出事之后没有帮周叔叔说好话吗？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我还不至于那样对你。举报我爸的那封信是沈振国写的。听到这话，沈晨露的身体接连向后退了几步，脸上则是充满了震惊。我爸和周叔叔可是相处了几十年的好朋友，他怎么会举报周叔叔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没有误会，因为举报信里的绝大多数的内容，我爸只和沈振国说过，但是最后那些话却全都到了举报信上。你说这举报信是谁写的？赵阳哥哥，这些是你自己猜测的，还是周伯父和你说的？我爸临走前和我说的，要我和你保持距离。赵阳哥哥，我还是不相信我爸会害你们家，一定是什么地方搞错了。我也希望这只是一场误会，但可惜并不是。先抛开我爸说的那些不谈，你仔细想想，我们家遭难之后，谁家获益最大？听到赵阳的话，沈晨露仔细想了想，越想越是心惊。没错，周家落难之后，受益最大的就是你们沈家。首先是我爸被下放后，原本是下属的你爸迅速被高层赏识，接替了我爸的位置。紧接着是你的大哥也出人意料的进了市委秘书处，而我的哥哥之前就是这个单位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两家原本就住在一个大院里，我们周家住的是正房，而你们住的是厢房。但是我们家遭了难之后，你们沈家很快就搬进了我们原来所住的正房。所以你才会委屈自己娶了那个乡下女人，你这是在报复我吗？刚开始的时候或许是，但是现在却并不是。我刚来这里的时候身无分文，成分还不好，每天吃不饱，还要干最累的活儿，那种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甚至于很多时候我都想一死了之。就在这个时候，小薇出现了，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她喜欢我，所以就对我发起了猛烈的追求，而我也需要别人的慰藉，所以就答应娶她。我原以为自己娶她是因为生活所迫，再或者是为了弥补感情空白，但是现在我却很肯定自己内心我爱她。露露，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可能了，我爱我的妻子和女儿，我也希望你不要打搅我们的生活，我更希望你幸福。没有了你我还可以幸福吗？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我，长大了以后要给赵阳哥哥当媳妇儿，我一直都准备当你的新娘子，可是你的身体很虚弱，还有严重的低血糖，已经不适合继续留在这里了。如果可以的话，你让家里人给你办个病退吧。说完，赵阳直接离开了知青点。只不过赵阳不知道的是，就在这段时间，他和沈晨露死灰复燃的消息传遍了田间地头。梁月正在与几个知青在田间休息，同时散播着各种桃色八卦。在想什么啊？这么入神？啥时候回来的？刚回来，看你傻傻的坐在这里，有心事儿。那个啥，我想听实话，你这人不会撒谎，一撒谎就会结巴，而且手也不会下意识的搓一脚。刚才二嫂过来了，她和我说有人看到你下午去了知青点，还是去看沈知青的。二嫂还说有人见你闯人家女知青的宿舍，还有人看到沈知青哭哭啼啼的，甚至于有人说你们两个那啥死灰复燃了。你信了？没有，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你要真想和沈知青发生些什么的话，早就发生了。那你发啥愣呢？我一个人信你没啥用，村里人可都不信你啊，让他们那样乱嚼舌根子下去，你的名声就毁了。听到这话，赵阳心里不由得有些感动，这妮子真的是时时刻刻将自己放在心上。接着，赵阳整理了一下思绪，随即将他和沈晨露以及周沈两家的恩怨全都告诉了李有为。那你和沈知青真的是太可惜了。可惜谈不上，只能说是错误的时间遇到了错误的人，仅此而已。那我呢？你当然是正确的是遇到了对的人，所以我们不但现在在一起，以后也将一直在一起，不离不弃。永远在一起，不过必须得把造谣的那个人揪出来，这样败坏别人的名声，实在是太可恶了。不用查，我知道是谁在传闲话，就是梁月。是他为什么老是针对你啊？呵呵，因为他想和我结成革命的伴侣，结果被我拒绝了。啥时候的事儿了？我怎么不知道？那是我们刚刚插队来的时候，你当时还在县城读高中，自然不知道了。梁月长得不差，据说父母都是工人，哥哥姐姐发展的也很不错，你怎么就没看上人家？人品不行，太有心计，不适合我。那我就适合了。哈哈哈，你这人又傻又笨，带出去好看，留在家里放心，当然适合了。你才又傻又笨呢。行，我傻我笨，咱俩正好凑成一对。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工哨声还没有响，李幼薇便早早的就起床了。吃过早饭之后，李幼薇先将小宝送到李家大院，然后再上工。而赵阳则是直接拿着工分本直接赶往大队部。你们听说了吗？李支书家的那个女婿昨天下午悄悄的去知青点见姘头去了。是那个沈知庆是吧？我听说昨天两人整得哭哭啼啼的，就像一对苦命鸳鸯一样。那小子也忒不是东西了吧？有小薇那么好的媳妇儿，还出去搞破鞋。尽管村民们说的声音并不是很高，但是奈何赵阳重生后，五官似乎得到了未知的强化，远远的便听到了村民们的交谈声。等一下，我有话要说。我听说有人背地里传我和沈知青的闲话。
不想多说什么，但我现在毕竟是结了婚的人，不能不给家里的老婆娃娃一个交代，所以我今天郑重声明一下，我和沈知青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关系。昨天之所以到知青点看他，主要是因为他突然在地里晕倒了，而我和他是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在我眼里他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妹妹昏倒了，我这个当哥哥的怎么能视而不见？大家说是这个道理不？另外说明一下，我和李幼薇同志已经扯了结婚证，是国家认可的合法夫妻，我们彼此相爱，且忠于我们的婚姻，我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我们的婚姻，所以也警告那些给我们泼脏水的人，要是让我发现以后还有人在背后嚼舌根子，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的。说完，赵阳没有搭理任何人，拿着公分本直接回到了办公室，只留下一帮村民面面相觑。转眼间到了午饭时间，赵阳简单的熬了一个西红柿鸡蛋的炉子，然后下了2碗挂面，便提着饭来到了大队部给李幼薇送饭。不料刚准备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陈刚，你不要瞎说，我相信我男人，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小薇，我可没骗你，赵知青和那个沈知青肯定有一腿，他们昨天在知青点做了那事。混蛋，真是用心险恶。穿越回70年代，赵阳简单的做了一个西红柿打卤面，然后提着饭来到大队部，刚准备进门，就听到里面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陈刚，你不要瞎说，我相信我男人，他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小薇，我可没骗你，赵知青和那个沈知青肯定有一腿，他们昨天在知青点做了那事。混蛋，竟然在我老婆面前上眼药！砰的一声巨响，大队部原本就不太牢固的木门被赵阳一脚踢开了。陈二狗，你应该知道诽谤知青的下场，多了不说，关你个3-2个月肯定没问题。姓赵的，你当老子是吓大的？老子就这么说你了，咋地？不咋地，揍你！说着，赵阳将饭盒往李幼薇手里一塞，然后照着陈刚的脸就是一巴掌。然而令陈刚没想到的是，赵阳的巴掌半空中竟然收了回去，而他的这一拳头竟然直直的砸在了赵阳的鼻子上，鼻血瞬间流了出来，很快染红了上衣。赵阳，你怎么了？不要吓我！大声哭！姓陈的，你凭什么打人？不就是不听你嚼人舌头，打人也就算了，还下这么重的手，你分明是要杀人啊！陈刚，别以为你爹是大队长就无法无天了。李幼薇凄厉的哭喊声很快就惊动了大队部附近的村民，大家围了过来查看情况，并纷纷指责陈刚仗着他爹是大队长欺负人。陈刚急怒之余，看到赵阳眼里若有若无的笑意，顿时知道上当了。姓赵的，你他娘的给老子玩阴的是吧？老子打死你！都住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谁打的？爹，是陈刚打的，你可要为我做主啊！陈二狗，你他娘的敢欺负老子的妹夫，活得不耐烦了！陈二狗，你是不是以为俺们老李家没人了？狗东西，几天没见长能耐了，敢欺负老子的妹夫！陈二狗，今天老子一定把你的屎打出来！都给老子消停点，说清楚点，他为什么打你？爹，各位乡亲们，事情是这样的。赵阳添油加醋的把事情给岳父和大舅哥们说了一遍，脾气暴躁的二哥当场发飙：你敢欺负我妹妹？二哥，你先住手，等我说完再动手也不迟。二哥也太虎了，今天的主要目的除了要教训一下陈刚外，更重要的则是要刺激一下陈家，从根本上解决陈家这几条毒蛇。大家伙也看到了，我被陈刚打成了这样，现在我头晕脑闷，胸口也胀得难受，应该是受了内伤，必须送医院治疗。姓陈的，你他娘的在胡说，老子只是打了你一拳头，而且还是你先动的手。闭嘴！陈队长，你这儿子是越来越上进了，我原以为他只是性子有些轻浮懒散，但是却没有想到满口谎话。你们两口子教育的可真是好啊！人是你打的吗？爹，是他先动的手。我问你，赵知青是不是你打的？道歉。你的道歉我不想，再说道歉有用的话，还用公安干啥？赵知青，你这话是啥意思？别报案吧。赵知青不过是年轻人之间的小冲突而已，没必要惊弓了吧？陈队长说的倒是轻巧。你知道殴打他人会被怎么处理吗？根据华国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通俗的说，故意伤害致人轻伤的，就可以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这伤虽然够不上重伤，但是轻伤肯定是没跑，这一回我肯定要把他送进监狱吃牢饭。陈建英虽然是生产队的队长，但毕竟是一个没见过啥世面的泥腿子，听到这话顿时懵了。姓赵的，不就是打了你一拳吗？老子让你打回来不就行了，至于吗？既然赵阳要进宫，那就让公安处理吧。建国，你去公社跑一趟吧。不能进宫，李支书，这事儿说大也不大，咱队里能解决，没必要进宫吧？真要是闹大了，会毁了咱八宝梁大队的名声的。要不这样吧，我们家出20块钱作为陈刚打人的赔偿，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可好？不好，20块钱就想私下和解，陈队长怕是不知道人身伤害的赔偿标准吧？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必要的营养费。而且根据规定，在打架斗殴事件中，受害人构成轻伤的，负有责任的一方不仅要承担刑事责任，犯罪嫌疑人还要承担民事赔偿。也就是说，这个钱不管陈刚是不是会被判刑，他都必须赔。陈建英本以为姓赵的小子在唬他，当即转身看向一旁上过高中的3儿子陈铁。见自家老爹看向自己，陈铁只能点了点头，表示赵阳说的没问题。
赵知青，你就直说吧，怎样才能放过我家老二？想要不进宫也行。陈刚向我和小薇道歉，另外赔偿我们200块钱。200块钱，你怎么不去抢啊？你给老子闭嘴！赵知青，你的条件我应下了。老三，回去和你娘拿钱。爹不能给啊，他就是故意的。很快陈铁就将钱取了过来。20张大团结嘎嘎兴。赵知青，父老乡亲们都在这看着，我们也不用写啥条子了，这事儿就此结果如何？道歉！你个败兴的东西，还不赶紧给赵知青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等众人都离开后，李丰年看了看赵阳，你们也去上工吧，别迟到了。微微你也去，放心吧，这小子没啥事儿，爹保证。等李幼薇走后，李丰年这才问起赵阳，你是故意让陈刚打的吧？你应该知道陈家的钱可不好拿，因为陈刚在打小薇的主意，他该死。陈刚不过是个烂人而已，不值得你下场算计他，更何况有我在他们陈家翻不起什么大浪。那要是您不在了呢？什么叫我不在了呢？你小子咒我呢？不是咒您，而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有人敢肯定意外和明天那个前来。就算是我不在了，还有建国、有国庆、建军以及国强，他们兄弟几个还护不住你和微微。爹，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呢？爹，你听过欲让其亡必令其狂这句话吗？你在给陈家设套。从陈建英昨天用言语刺激我，到陈刚背后嚼舌根，陈家对我的敌意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既如此，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以我对陈家父子的了解，今天吃了这么大的亏，以他们睚眦必报的尿性，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应该很快就会动手对付我，而只要他们敢出手，我保证让他们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可是这样做会不会太过分了点？自家岳父要是知道前世的陈家对李家做了多少不可原谅的事情，恐怕都不需要我出手，岳父就会带着4个凶神恶煞一般的大舅哥将陈家给踏平了。过分吗？爹，你看这些钱发现问题吗？这钱很新且连号。爹，我记得大队长并没有工资对吗？对，生产队队长是没有工资的，就连大队书记也是没有工资的，我的工资是部队发的。那这里面就有说到了，他一个连工资都没有的人，怎么会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而且这些钱可全都是连号的新钱，也就是说这笔钱是陈家一次性收回来的。什么样的事儿能让陈家一次性有这么大额收入？而且我们手里的只是20张大团结，谁又能保证剩下的连号钱是不是也在陈家？经赵阳这么一提醒，他也意识到有问题了。陈建英虽然是生产队的队长，但是正常收入和普通社员也没啥区别，一年到头也就能分个110多块钱，这还是老陈家有4个人挣工分，刨掉开销，一年到头也没有多少结余。你是说陈建英？此时的陈家大院，他妈的，真当我们老陈家的钱是那么好讹的吗？爹，你打算怎么做？还没想到，但是通过这次事情，你也应该明白，姓赵的毕竟是城里来的知青，肚子里的花花肠子可不少，不是那么好拿捏的。爹，要不咱制造一个意外？打住！你当李丰年是吃素的？是不是意外那个老东西看不出来？李丰年在部队可不是普通的兵，当年他回村的时候可是部队里的212送回来的，而且一回来公社就直接任命他为八宝粮大队的支书，都没有选举，可见他的关系有多硬。爹，那咋办？听说侯三儿回村儿了。回来了，昨儿我还和他见了面。那好，下午你也不要上工了，你去找他喝酒，让他出面对付姓赵的。爹，这真是个好主意，昨天侯三还说了，迟早要让李家遭殃。侯三和李家有仇，到时候你再在身边撺掇几句，那小子肯定会忍不住对李家下手的。爹，那我们到底该咋办？侯三虽然敢下狠手，但李家那几兄弟也不是吃素的。李家那几个确实不好对付，所以先让他收拾一下姓赵的，具体的计划我已经想好了，你们只需要这般即可。小男孩刚刚从牛圈里跑出来，狂风暴雨把从京城来的老百姓压在了下面。等到第2天周阳赶到现场时，就看到一个小男孩正跪在陈建英跟前。大队长，你快去看看吧，我爹被埋在了牛圈里了，求求您快救救我爹吧！滚一边去！没看到这下面还有牲口被埋在了里面吗？等先把牲口刨出来再说。我怕我爹撑不住。撑不住就怪他命不好。再说了，他的命能比得上这些大牲口？你爹被埋在了哪里？带我过去。在9号牛圈。大哥、二哥、三哥，你们跟我过去看看。倒也不怪李建英说话难听，70年代这些牲口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比一般的社员都要金贵。要知道八宝粮大队只是偏远小县的一个不知名的穷大队，不要说是下面的这些生产队了，就连整个团结公社也没有什么大型机械，干活拉东西全靠牲口出力。周阳等人跟着小男孩一路来到最后面的那个牛圈前，在跟小孩确定了大人被埋的位置后，几个人便在废墟里扒拉了起来。很快众人就挖到了被埋之人的一条腿。爸爸，你们是哪里人？在这里有其他亲戚吗？我们家是京城的，在这里没有亲戚。我会尽量将你爹救出来的，你闪开点。周阳怎么也没有想到，他救下的是一个军界了不得的大人物，经过一番折腾，人总算是救出来了。但是要命的是，现在他的胳膊断了，连骨头茬子都露了出来，伤口正在往外渗血。经过简单的包扎，
周阳又从一旁的牛圈门口拆下一个蓝纹的木栅栏。他必须尽快送医院。大哥，你去套车。二哥、三哥，你们和我把人抬到架子上。妹夫，你确定要管这事儿？为什么不管？人命关天啊！妹夫他们的身份太特殊了，一个不好就会引火上身啊。大哥，毕竟是一条人命，真出了事儿我担着就行了。马车很快就准备好了。周阳在社员们诧异的眼神中，将受伤的男人抬到车上，而后直奔20公里外的云山县城。由于周阳之前没有赶过马车，所以李丰年让李建国以及李国庆两兄弟跟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妹夫，以后这种事儿你还是少掺和吧。大哥，你担心我们救了他会摊上事儿？这几年的形势你也知道，虽说没有前几年闹得那么厉害了，但要是被人抓住小辫子，还是容易出事的。我知道，只是大丈夫活在世上，当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那里挣扎，我们有能力却无动于衷，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这事儿我做不出来。哥，我觉得妹夫说的对，他犯了事那是他的事，咱救人没毛病。你说没毛病就没毛病了，这年头多少人瞪大了眼睛等着揪人小辫子，你们这是上杆子给人递把柄。事已至此，也只能这样了。大哥，我救他也是为了咱爹考虑，他毕竟是京城来的，真要是出啥事儿，咱爹这个村支书可是第一责任人啊。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看到他浑身密密麻麻的伤口，以及那近乎变了形的胳膊，还有这么单薄的身体，这么重的伤够呛，希望他能撑得住。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三人深夜来到了县城，然后将人送到了急诊室。交完钱之后，周阳让2个大舅哥先回去，他留在医院等消息。钟大夫，这位是伤者的家属。咱们长话短说，我们刚才在进行手术的时候，发现伤者的情况远比我们诊断的还要复杂。他不仅只是胳膊断了1条，肋骨也断了3根，其中1根直接插在了胸腔处。由于长时间的颠簸，骨头刺穿了脏器，必须进行开胸手术。那他还有救吗？就是能救，但是花费的钱可不少。我们必须和你这个家属沟通一下。我不是他的家属，我们只是一个大队的。那你尽快联系他的家属吧。手术费加上住院费，一般家庭真的担负不起。医生您就说吧，大约需要多少钱？手术费倒是不多，但加上住院费以及各种药钱，保守估计需要150元以上，200元也是有可能的。我去交钱，人就拜托钟大夫你了。你能做得了他家的主，不用等他的家属来商量一下吗？他能等得起吗？这个最好是20分钟内做出决定，这不就行了？再说了，他除了一个8岁的儿子外，也没有其他的家属了。这可是200元，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要是他醒来不还你钱咋办？200块钱确实很多，但是相比于人命而言，又算不得什么。至于他以后认不认账，或者是还不还，我其实并没有想那么多。再说了，他能不能活着下手术台，还是一个未知数，想那么多干什么？年轻人活得通透，老朽佩服。你只管去交钱，人你就交给我钟镇南吧，保证他能恢复如初的。周阳说了句拜托，然后就急匆匆的到外面缴费。只是刚转身，他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刚才医生说他叫什么名字？钟镇南啊，周医生可是护城来的专家，医术厉害得很，里面那个人真的是大造化啊。钟镇南是他，刚才见到这老医生的时候，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却不曾想竟然是老朋友的父亲，大名鼎鼎的江南神医钟镇南。周阳和钟镇南的儿子钟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只不过他与钟琪相遇还要在几年后，那时候钟镇南已经去世了，是在几年后在调回护城的途中遭遇车祸当场死亡。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阻止悲剧的发生。交完钱，周阳忍不住一阵肉疼，这可是200块钱，即便是在城里一个工人不吃不喝都得攒上小1年的时间。等到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手术室的门终于打开了，紧接着就看到医护人员推着一个可移动病床走了出来。手术很成功，但他的身体很虚弱，要好好调理一段时间才行。谢谢您，后续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安顿好伤员后，趁着他还没有醒来，周阳当即来到医院附近的供销社买了一些住院需要的东西，包括洗脸盆、毛巾以及饭盒等东西，再次花了周阳6块钱。原本周阳以为自己今天应该要在医院过夜了，却没想到下午的时候岳父李丰年来了，同时来的还有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头子。在询问完严耿东的情况之后，李丰年便带着周阳离开了医院。昨晚上的事儿你做得很好，爹，你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你可知道严耿东的大哥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那你为什么不帮他？你怎么知道我没帮他？他们严家树大招风，即便是到了乡下，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盯着他们。我要是做得太明显的话，那就不是在帮他了，而是在害他们。那我今天是不是有点高调了？那也没办法的事情，要是不把人送到医院的话，小严的命恐怕也没了。爹，我没想那么多，我总觉得不管什么时候人命都应该得到尊重，至于其他的由他去吧。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剩下的事情队里接管了，你先在车上睡会儿，回村我叫你。周阳也确实累坏了，从昨晚上到现在他是一言没合，所以刚刚说完没一小会儿就躺在马车上睡着了。等回到村里，周阳就发现了异常，田里竟然看不到一个人。爹，今天休息吗？咋没看到有人上工？昨晚上猪圈也塌了，有11头猪被压伤了，估摸着活不了了，所以我和几个队长商量了一下，
决定把那几头伤猪杀了，给大家加个餐。队里要杀猪，社员们可能都去大队部等着分肉呢。周阳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可是知道队里一共也就养了50-60头猪，现在一下子损失了1/3，社员们年底的分红收入显然要少一大截。分完猪肉后，周阳回到家，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严耿东的儿子，不知道那个孩子现在有没有饭吃？媳妇儿，牲口棚子那边不是塌了不少吗？那个孩子住哪里？下午的时候，社员们重新修了几个棚子，晚上他应该还住在那里吧？新棚子潮气大，哪能住人？哎，那有啥办法？村里人儿谁也不敢收留他们。我还是不放心那个孩子，我想去看看他。那你小心点，要是有人看到，你就说是找陈六子说明天用牲口的事儿。周阳当即拿出饭盒，将盆里剩下的粥装了进去，又拿了一个馒头，然后出了门。来到牲口棚的时候，刚好碰见小男孩鬼鬼祟祟的回来。过来，这么晚你干啥去了？重生回到70年代，我随手从牛棚里救下的劳改犯，竟是未来的军界大佬，在医院替他缴纳了200元的天价手术费。回到家后，这才想起劳改犯在牛棚的儿子好像还没吃饭。随后周阳便拿出饭盒，将盆里剩下的粥装了进去，又拿了一个馒头，然后出了门。来到牲口棚的时候，刚好碰见小男孩鬼鬼祟祟的回来。过来，听到周阳的声音，小男孩先是一愣，反应过来后，快跑几步来到周阳身边。这么晚你干啥去了？我没有偷，这是野鸭蛋，我知道。谢谢。谢我什么？谢谢你救了我爸。你下午的时候应该看到我了，为什么不过来问问你爸的情况？支书爷爷已经偷偷告诉我了，我爹做了手术，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你爸可能要在医院住1个月的时间，你这段时间要不到我家住着吧？不行，我爸说了，这样会连累你们的。不要吃这2个野鸭蛋了，我给你带了饭。这次小男孩没有拒绝，接过饭盒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以后每天晚上我都会给你送吃的，如果没必要，尽量不要到水库那边找吃的，那里挺危险的。行了，我要回去了，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叔叔好，我叫严文辉。我操！严文辉、严耿东是我知道的那对神仙父子吗？回到家，周阳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就连李幼薇给他端来细胶水都没注意。这是咋地了？去了一趟牲口棚咋变成这样了？周阳原本想将严耿东父子惊人的身份告诉李幼薇，但是又怕吓着他，再加上严耿东现在还是戴罪之身，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几年后会官复原职，并最终做到那样的高位。我见到那个孩子了，确实是有点惨啊！这么晚了还要到水库边上找野鸭蛋，太危险了。哎，都是些犯了错误的人，过得苦点也正常。我想帮帮那个孩子，你看可以吗？怎么帮？别的咱也帮不了。我答应以后每天晚上给那个孩子送点饭。要不你给他送点粮食过去，让他自己做吧。李幼薇犹豫了，不是他心冷没有同情心，而是那对父子来到村里的时候，公社那边就有了通知，要求所有的社员不要和他们有太多的走动，免得受到牵连。他一个毛孩子哪能做了饭？再说了，他也没有做饭用的锅碗瓢盆，还是我送吧。没事的，我等到人快睡了再去，保证不会让人看到的。那你可要小心点，别被人看到。我会注意的。家里还有些旧褥子和衣服，你要不要给他送过去？他一个孩子住在那地方也怪可怜的。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周阳就被上工的哨声吵醒了。有了之前硬汉陈家的辉煌战绩，现在不管是陈建英还是陈刚都躲得太远远的。一上午的时间，周阳足足翻译了1万多字，算上今天上午译出来的这些稿子，这段时间差不多已经整出10万字了。是时候给老徐那边寄过去了。不过还没等周阳动身，下午的时候邮递员就找上门来了。周执勤，有你的信。辛苦了，进来喝口水再走吧。不了，还有些需要送，最远了要到小井子村，耽搁不得。周阳小心翼翼地将信撕开，发现里面除了一张薄薄的纸条外，剩下的便是几张票据，一共是58块钱，这还是上次去宁市最后一天翻译得来的。这些票据都是些地方粮票，有大米5斤、白面5斤，还有1张1斤的糖票和3尺的布票。等到6点钟，最后一个社员将任务交完，清点好交回来的农具之后，周阳锁上了大队部的门，而后直奔李家老宅。小薇刚把小宝接走。爹，我不是来接小宝的，是来找您借车的。啥车？自行车。明天我要去一趟县城，给人交下稿子。行，注意安全。骑着自行车来到供销社，看到周阳进来，一个40多岁的女售货员急忙笑着招呼：“是周知青来了，要点啥？”芳姐，今天知青点聚餐，我来打点酒。有酒票吗？有，但不多，好像只有1斤多点。1斤也不少了，咋不够吗？芳姐你也知道，咱队上的知青点可是有不少人，一人2两也得4、5斤，1斤那够。有票的话1斤2毛钱，没票的话价格要贵一些，至少3毛。行，我这里1斤2两有票，另外你再给我打5斤没票的。行，一共1块7毛4。我没带装酒的容器，芳姐你再给我弄个塑料桶之类的装酒，多少钱一起算进去就行。哪有塑料桶？不过倒是有一个10斤装的酒坛子，你可以先拿回去，回头再还回来就行。那行，要是有花生的话，也给我来2斤。空着手到店里的周阳出来的时候提了一个酒坛子，手里还拿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网兜子。蹬着自行车回到村里的时候，已经快要7点了。不过周阳没有立即到知青点，
而是先从家里装了一饭和烩菜，又拿了2个大馒头直奔牲口棚。严文辉这个未来的军界大佬还等着他投喂呢。临出门的时候，李幼薇将家里替换下来的一床褥子和几件旧衣服包了起来，让周阳一起带过去。周阳来到牲口棚的时候，那个小家伙正往牛圈里爆草。周叔，你来了。饿坏了吧？赶紧吃吧。还好。这床褥子和衣服是家里替下来的，你晚上铺在身下，免得着凉。谢谢周叔。明天我去县城办点事，顺便看一下你父亲。谢谢叔叔，你见到我父亲就说我在这很好，不要让他担心我。男孩懂事的令人心疼，同时也让周阳感到羞愧。同样的遭遇，自己之前的表现远远比不上这个孩子。好，你照顾好自己，我走了。刚从牲口棚出来，周阳迎面遇到2个中年汉子。是周知青，这么晚了你怎么来这里？这不是牛圈里的那个男人受伤了吗？我爹担心那个孩子饿死，让他给送点吃的过来。李支书就是心好，换了别人谁管他死活？不管不行啊，要是不管哪个小崽子的话，饿死在队上，咱八宝粮大队的名声可就毁了。我爹也担心这个，虽然都是些犯错误的人，但上面毕竟把人送到了咱们大队，咱再怎么也不能把人给整死了是吧？说的也是，但听说那个男人伤得挺重的，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人咱是送到了医院，也给他做了手术，至于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他的造化了。张叔、陈叔，今天知青点聚餐，还等我过去呢，就不和你们聊了。周知青除了吃不下苦这点不好外，其他的哪都好，一直留在咱村里可惜了。可惜啥？人有个当支书的老丈人帮衬着，再差一比咱俩过得好，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杨哥你来了。带了一坛子酒，今天大家好好喝点。那感情好，我下午也买了点回来，但是大家凑了凑，也就只有2斤半的酒票，我还担心不够大家认嗓子。我买了6斤2两，咱们一共18个人，算上女同志1人，也能分半斤了。好，赶紧到里面坐着，马上开饭。很快，饭菜就好了，共有2个菜1个汤。主菜是红烧肉炖土豆，用一个洗脸用的搪瓷盆盛着，满满当当的。辅菜是肉炒豆芽，也有满满一大盆。吃了这么多天的野菜窝头，所有人看到肉，眼睛都在冒光。同志们，为响应国家号召，我们这些风华正茂的学生，胸怀朴实的梦想，离开父母，离开城市，来到了广阔天地的课堂，投身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广大社员同甘共苦，风里来，雨里去，战3夏赢3秋。在这艰苦的年月中，我们这些知青与乡亲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磨练了自己的钢铁意志，提高了思想觉悟，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知青们开始喝酒吃饭。就在大家吃喝的正起劲的时候，沈晨露拿着一个搪瓷缸子走到了周阳面前。你不是从来都不喝酒吗？以前确实不喝，但是今天却想喝了。周阳哥哥，这几天好好想了想你那天的话，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我们之间确实是没有可能了。我已经写信向我爸妈求证了，如果事情真如你说的话，我会办理病退，不再出现在你的视线里的。虽然我还没有收到我爸妈的回信，但是我想你不会在这件事情上骗我的，所以不出意料的话，我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了。我别的奢求也没有，就希望临走之前和你喝一杯酒。行，这杯酒我和你喝。另外我想和你说，虽然我不会原谅沈振国，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幸福。穿越回70年代，我被陈家父子找的2个小混混悄悄尾随报复，幸亏我发现及时，身体向前猛然一滚，直接躲开了对方的袭击。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偷袭我？猴子，这小子没罪，看他摇摇晃晃的样，没罪也不是咱俩的对手，干他！周阳却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逃跑，而是捡起一块石头便砸了过去，仅仅一下瘦猴便倒地不起，然后抱着脑袋不断的惨叫。就在胖子愣神的空档，周阳捡起木棍对着胖子的裆部就是一捅，一声凄厉的惨叫声再次划破了山村的宁静。而看似凶悍的胖子，此时就像是一只被煮熟了的大虾一样蜷缩在地上。操，这小白脸真他娘的狠！那地方是用来捅的吗？说，你们是哪里流出来的重案犯？老实交代，对于你们这种恶贯满盈的逃犯，打死你们都不用负责任。别打了，别打了，周知青，我们不是逃犯。你认识我？我们是隔壁左家村的人，我叫左胜利。我们之间有仇吗？没有，没仇。混蛋，没仇，你们为什么袭击我？是陈刚叫你们来的？陈刚是谁？不认识，我们是侯老大叫来帮忙的。侯老大是谁？他为什么叫你们来袭击我？侯老大就是你们村的侯三，他这不是刚从劳改队出来，老大不晓得了，也想找个媳妇，所以就叫我们来帮忙。打住，这都说的啥和啥？侯三我知道，只是他找媳妇儿和袭击我有啥关系？具体情况我也不大清楚，侯老大只是和我们说，他今晚会趁着你们知青聚餐的时候，悄悄将一个女知青绑走，然后强上了。侯老大担心自己搞人家女知青的事情败露，所以让我们把你也敲晕绑了。等他完事后，就把你扒光衣服和那个女知青放到一块儿。到时候侯老大就会带人去抓奸，这样一来，你们2个的名声就全都臭了。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那个女知青提亲，这不就有媳妇了？村里那么多人，侯三那个王八蛋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侯老大说你不喜欢你媳妇，
到时候就算娶不到女知青，也能把你们两口子搅黄了。到时候他或许能把你媳妇搞到手。另外，侯老大说你和那个女知青是相好的，把你俩整到一起合情合理，别人也不怀疑。侯三那个王八蛋要绑的女知青到底是谁？好像姓沈，具体叫啥名字俺也不知道。侯三那个王八蛋竟然盯上了沈晨露。想到沈晨露由于不胜酒力，在聚餐结束前20分钟就在梁月的搀扶下返回了知青地。要是侯三在路上对付他们的话，还真有可能得手。告诉我，侯三在哪里？他指示你们将我弄到什么地方？你只有一次机会，要是敢骗我，老子一定会砸碎你的狗头的。我说，侯老大要我们把你打晕后弄到后山的破庙里，他在那里等我们。得知侯三的位置后，周阳当即准备赶往后山救人。但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道声音：“妹夫，是你吗？”大哥，是我，赶紧过来。小妹，真的是妹夫，咱赶紧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儿？伤得重不重？哥，我没受伤，血都是这两个王八蛋的。大哥，现在没时间解释了，我得赶紧去后山的小破庙救人。你看着这两个王八蛋，别让他们跑了。媳妇，你现在立即回村叫人，把村里的青壮都叫起来，一部分人去知青点看看女知青们都在不在，另一部分赶往后山的小破庙。后山破庙里，侯三一脸兴奋地看着供台上漂亮的女知青。这女人长得实在是太带劲了，就这小模样，放眼十里八乡，也就李家那个小丫头片子能和她拼一拼。想到这次不但能睡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还能得到200块钱的酬劳，甚至于事后还可能得到一个媳妇儿，侯三的心里就是一阵火热。就在这时，周阳提着棍子赶了过来。姓周的，你竟然敢找到这里，真是有种啊！沈知青呢？你把他怎么了？哈哈哈，你是在担心你那个相好的吗？可惜你来晚了，那女人已经被我上了。你混蛋！妹夫，我来了。听到李建国的声音，侯三被吓得腿发软。小时候侯三偷鸡摸狗的时候，被李建国4兄弟抓捕没少挨揍，到现在都还有心理阴影。侯三顾不上周阳，当即就向后山深处逃去。妹夫，你伤到哪里了？大哥，你先别着急，我没有受伤。侯三把沈知青给绑了。周阳先是检查了一下沈晨露的呼吸和脉搏，发现他的呼吸顺畅，脉搏也平稳有力，甚至于还有轻轻的鼾声。显然他之所以昏迷不醒，并不是受到了伤害，而是完全喝醉了，而且衣服也完好无损，显然也没有被侵害的痕迹。妹夫，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这样的，今晚上知青们在小学校聚餐，我回家的时候突然遭到2个陌生人袭击。接着周阳将晚上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的都说了一遍。妈的，那个狗东西竟然敢做这种事情，看来那1年的劳改没起到啥作用。妹夫，你在这等着，我去追他。大哥，别追了，一来是穷寇莫追，二来是你走了这里就留下我和沈知青了。等一下社员们上来后，我就算是有10张嘴也说不清。咱们现在咋办？沈知青离开的时候是和梁月待在一起，现在只找到了沈知青，却没有看到梁月。咱们在附近找找，看梁月是不是被侯三藏到了暗处。找了半天没找到梁月，周阳和李建国当即将沈晨露抬出来，然后由李建国背着向着山下走去。在半山腰处正好碰到了赶来支援的李丰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咋搞成这样子？周知青，你怎么和沈知青在一块儿？你会不会说话？还是你眼睛瞎啊？没看到我们是3个人在一起？你不会是以为我和沈知青在一起约会还要带上大舅哥吧？行了，不要说这些有的没的，赶紧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周阳当即把事情的全部经过详细的说了一遍。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已经不是队上所能解决的了。现在我安排一下，建国，你现在立即回去，骑车到公社报案。等一下，都是一个村儿的，咱们把人抓住自己教训一下不就得了？用得着进宫吗？此话一出，不少人出声附和。不行，必须进宫，大家能享着村里的荣誉那是好事儿，但是可不能好心办坏事。侯三这次犯的事儿已经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想象，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更为重要的是，眼下还有一个女知青生死不明，说不定已经被害了。我们现在还想着那点村民情谊而不报警的话，这就是在包庇罪犯，是要负责任的。而且大家想过没有，侯三这次能勾结外村人绑人家女知青，要是大家原谅了他以后会不会将主意打到你们家的闺女身上？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打架斗殴了，必须报警。谁要是敢阻拦，等公安同志来了，自己向人家解释。陈队长，你觉得呢？那啥，我也是好意嘛。既然大家都觉得应该进宫，那就进宫吧。进宫是必须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傻傻的等着。周阳说还有一个女知青下落不明，我们必须先把人找到。另外，侯三逃到了后山，我们必须把人给找到，不然谁也不知道这个混蛋啥时候会报复我们。张根旺，你带着5队的人到村里找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陈建英，你带着4队的人立即搜山，无论如何都要把人给抓回来，交给公安。在李丰年的安排下，八宝梁村的2个生产队300多青壮男女都被调动了起来，找人的找人，搜山的搜山。没过多久，周阳便看到救着到几个村民背着一个人急匆匆地向这边跑了过来。狗生，你们是在哪找到的梁知青？我们是在知青店后面的小水沟里找到了人，他被人打晕了，头上流了很多血。不过当周阳看到他受伤的位置，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心里也生出了一丝警觉。梁月和侯三之间不太可能有什么交集，自己应该是想多了。很快，村东头公社的大路上就来了2辆警车，走在前面的是一辆偏斗摩托车，上面坐着几个人，
周阳一眼就看到了车斗里的李建国了。等周阳赶到村口时，便看到不远处来了一辆偏斗摩托车。周阳一眼就看到了车斗里的大舅哥李建国，而后面的则是一辆 BJ212 小吉普，这也算是一代神车，但是看不到里面坐了多少人。妹夫，你怎么在这里？我刚刚到知青点看了一下，这不是看到这边有灯光和警笛，知道你们来了，所以就过来接一下。李建国同志怎么停了下来？张所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夫周阳，那2个歹徒就是他抓住的。所长同志，我是知青周阳，也是这次恶性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叫你们来下就是想先向你们说明一下情况，免得浪费时间。周知青，现在村里的情况怎么样了？主犯抓到了没有？所长同志，眼下主犯已经逃到了山里，李支书以及几个队长正带着社员们搜山。不过被绑的女知青我们已经救下来了，失踪的那个也已经找到了，不过却受了伤。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但是等一下还有事情需要你配合。行，我随叫随到。小王，你们2个先去把那2个案犯控制起来，要是伤得太重的话就送往医院，问题不大的话就再去一趟知青点，详细的了解一下情况。周阳同志，你现在带我们去一趟另一个案发的后山小庙。行，请跟我来。说着周阳便在前面小跑着赶往后山。原本张所长想要让周阳上车，但是被周阳拒绝了，主要是周阳透过车窗玻璃看到小吉普里面挤满了人，自己真没有心思和他们上去挤。很快一行人就来到了山脚下，当看到小小的吉普车里竟然一溜烟下来10来个公安人员后，周阳整个人都是懵的。所长同志，小破庙就在那个位置，走，我们上山，不能让案犯跑了。但是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此时村民们四处搜寻的案犯侯三却悄悄溜回到了村里。原以为村子里的那些人不会报警，姓陈的会帮我开脱，但是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这次要是被逮起来的话，少说10年，甚至于直接拉去吃花生米都有可能。8保2大队是不能待了，必须跑路，但是跑路之前得去一趟陈家要钱。打定主意，侯三便悄悄摸进村子，向着陈刚家摸去。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老子还想问你呢，你不是说青州的只是个白皮书生，不会打架吗？他是不会打架呀，那天在大队部我一拳头就把他打趴下来。你娘的狗屁，老子亲自和他打了一架，那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就算是2个老子都不是他的对手。你他娘的是不是故意坑老子的？放屁，老子怎么会坑你？出了事老子不要负责吗？那就是我们都被姓周的那个王八蛋给骗了。周阳，你个王八蛋，别给老子找到机会，不然让你生不如死。操他娘的，在这里咋呼呼了？你找姓周的报仇，老子也帮不上什么了。但是现在你得给老子拿钱，老子必须得跑路了。行，我答应给你200块钱，现在还差你100，你拿了钱赶紧离开云山县吧。100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得出手？你他娘的打发叫花子呢？你小声点，被人听到了我们都得完。行了，老子也不废话了，500块钱，不给500块钱老子就不走了。什么500块钱？老子哪有这么多钱啊？你们老陈家会连500块钱都拿不出来，你蒙谁呢？用不用老子给你们想想？2年前老子只是偷了队里的3只鸡，但是最后上报到公社的时候却变成了50只鸡外加2头猪了，不然老子能让重判1年的时间。那事儿可是你和你爹办的，你给老子说说那些猪呀鸡呀都哪里去了？你要是敢说一句不知道，老子立马到后山找公安自首。反正老子所有的罪名全都是未遂，加上自首情节，最多判个2、3年。但是你和你爹可就不一样了，不但要被撤职，还要被送进去吃牢饭，哪个轻哪个重自己掂量吧。好，500块钱就500块钱，拿上钱立马滚蛋，以后再也不要回来了。老子觉得500块钱还是太少了，给1000块钱，另外再给老子弄一封介绍信，不然老子就不走了。1000块钱，你他娘的这不是在讹人吗？老子就是讹你们又能咋地？害老子蹲了1年的大牢，还害得老子连村子里都待不下去了。1000块钱都便宜你们了。1000块钱我们陈家出了，但是你今天晚上就必须离开8保2大队。至于介绍信，咱们约好地点，等我开好了再给你送过去。行，你开好了就送到水库边的那间小破屋里，我自己去拿。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先到外面清洗一下脸上的血迹，我去给你取钱。然而就在侯三转身的一刻，陈刚突然抽出腰间别着的杀猪刀，然后毫无预兆地捅入了侯三的后心。陈刚，你好狠，竟敢杀人！陈刚仿佛被这句话刺激到了一样，猛地抽出刀，对着侯三便是一通乱刺。很快侯三就一动不动了。陈刚将人杀了之后，先是从柜子里藏钱的地方取出一叠大团结，塞到侯三的衣兜里，然后又将杀猪刀放到侯三的手里攥了攥，最后又咬了咬牙，用杀猪刀在自己的身上划出2道很长但却不深的口子。做完这些之后，陈刚才扯开嗓子大声喊了起来：救命！侯三死了，而且还是死在了村子里。经过简单的询问，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说法，那就是10几分钟前，侯三突然气势汹汹地提着尖刀来到陈家，要陈刚将家里的钱全都给他拿出来。陈刚在侯三的威胁下，无奈只能将家里仅有的400多块钱全都给了他。但拿到钱的侯三还不善罢甘休，竟然揪着几年前他爹将其送到监狱的事情不放，扬言要废了陈刚。在挨了几刀之后，陈刚无奈之下奋起反击，最终成功夺刀并将侯三反杀。
再加上陈刚自己也受伤不轻，简单的笔录之后，他就被紧急的送往县城的医院。至于侯三的尸体，则是被装到车上拉回到了公社。由于出了人命，所以除了陈刚这个当事人外，包括周阳、梁月、李建国在内的所有相关人员也全部被传讯到了公社的派出所接受调查。不过这事儿很快就被定性了，侯三罪有应得，陈刚正当防卫。周阳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的下午了。看到周阳的身影出现在院子里，李佑威当即端着一个火盆走了出来。咦，这是要干啥？跨火盆去晦气，整这玩意儿干啥？配合调查而已。毕竟死了人，去晦气应该的。周阳大步从火盆上面跨了过去，然后一把将李佑威抱了起来，向屋里走去。爸爸，宝也想要抱抱。好，爸爸抱小宝。老婆，我明天准备去趟县城，你要一起去吗？有事儿。想把那个汇款单对了，顺便再把这段时间翻译的书稿给人邮寄过去。我就不去了，你走了的话，没人给记工分了，我得去看着点儿。行，去看着也好，省得别人说闲话。你看着点，丫头，我担点水回来。大晚上的担啥水？明天早晨我去担吧。宝已经好几天没洗澡了，那会儿看他一直在身上挠，应该是痒痒了，所以我打算一会儿给他洗个澡。我去吧，咱们俩也顺便洗洗。你就在家里等着吧，爹等一会儿要过来。这么晚了，爹过来干啥？说是有事找你。正说着，外面传来吱呀的推门声，紧接着就看到李丰年走了进来。爹，您这么晚了过来，是有啥急事吗？昨晚上的事儿，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所以有些事情想问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爹，你是发现了什么新线索了吗？那倒没有，只是有些事情说不通，找你这个读书人分析一下。爹，有啥说不通的你说，咱们俩合计合计。按道理说，你们知青聚餐本身也不是什么公开的事儿，侯三一个不下地干活的二流子，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甚至于你们聚餐喝没喝酒，什么时候结束他都知道，还会提前在路上设下埋伏，这不合理。那个被抓的瘦子不是交代，他们这几天一直在盯着我们，或许暗中观察到了，也说不定。哼，就算是天天盯着你们，也不可能了解的这么详细。别忘了，你爹我可是侦察兵出身，这事儿我比你清楚。爹，你的意思是说，知青点有他们的内应？有这个可能，能将整件事情策划的这么详细。要说没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这完全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件事情很可能另有内情。而且侯三的死也有问题，不是被陈刚给捅死的吗？这有啥问题？是陈刚捅死的，但是姿势不对。你只是个普通人，一没有上过战场，二没有杀过人，当然看不出这些了。但是我上过战场，也杀过人，自然能发现问题。爹，那您发现啥问题了？我查看了侯三的尸体，他全身被捅了几十刀，但致命伤都是从后背刺入的，也就是说他被偷袭了。如果说侯三是两人相互搏斗的时候被陈刚杀死的，那么伤口应该在正面或者是侧面，但绝对不会集中在背后。而且侯三从小就打架斗殴，经验丰富，他的身体素质也不是陈刚那个小崽子所能相比的。如果不是偷袭的话，他怎么可能正面打得过侯三，又怎么能杀了他？而且侯三去他家抢劫这事儿本身就透着蹊跷。你想，咱八宝梁村虽然穷人多，但是日子好过也不止陈家一户人家，咱们李家你跟望叔家也都挺好过的，侯三为什么非要去陈家抢钱呢？是啊，如果侯三真是为了钱的话，他应该去咱们李家，毕竟咱们家里一个男人也没有，好抢。而且侯三落得跑路的下场也是因为我和大哥，他就算是要报复也是应该去我们家，为什么就偏偏去了陈家呢？还有就是昨晚上大家伙听到锣声，成年青壮都集合了起来，唯独陈刚没有来。爹，你的意思是这件事背后有陈家的影子？你想啊，侯三和你无冤无仇的，他为什么要害你？就因为你和沈知青走得近，这不是扯了吗？反倒是陈家和你之间可是有着大仇，他们有足够的理由置你于死地。如果是陈家指使侯三陷害你的话，这些事情就说得通了。爹，那我们现在就去派出所，咱不能让陈家那几个王八蛋逍遥法外。已经晚了，我下午的时候接到了公社那边传来的消息，县局已经决定对陈刚这种不惧暴力胁迫、力杀歹徒的行为予以嘉奖。重生回到70年代，我从牛棚救下了重伤的劳改犯严耿东。就在我1个月后接他出院时，这位未来的军界大佬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周知青下乡前高中毕业了吗？毕业了，正打算上大学，通知书都拿到了，结果还是没读成。那实在是太可惜了。不过我觉得像你们这种知识青年，即便是到了农村，也不应该把书本放下，有时间的话还是多看看书。这看似没头没脑的一句话，却在周阳的心底掀起了滔天巨浪。如果不出预料的话，再过2年多的时间，上面就要恢复高考了。不过想到严耿东的身份，也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要知道，即便是前世自己做到了工程院院士，成为了人人敬仰的无双国士，但是见到严耿东，那也得站着说话。英雄所见略同，我也觉得文化知识不管到了哪里都有用，所以这些年一直没有放下。那就好。由于办理出院手续需要主治大夫签字，所以周阳提了些东西，便亲自前往钟镇南的办公室。是小周来了，准备接病人出院了。周叔，我想问一下他的恢复情况，真的可以出院了吗？恢复的挺不错的，回去休养也好，但是切记不要下地干活，免得留下后遗症。我知道了。周叔，
这段时间感谢您对严大哥的照顾，也不知道您需要啥，就买了点营养品，您别嫌弃。钟镇南看了一眼篮子里的东西，有2罐麦乳精，还有1瓶蜂蜜和些许糕点，可不便宜。你小子这是干啥？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所在，咋能另外收你的东西呢？赶紧拿回去。好歹我也是叫您一声叔呢，这东西是我孝敬您的，您收了没毛病。接着严耿东出院后，周阳没有回家，而是让四哥李国强拉着他来到了邮局，将自己翻译好的稿件寄往宁市新华书店。同志，顺便帮我查一下有没有我的信件或者是包裹。你是哪个公社的？团结公社八宝粮大队，周阳。还真有，你稍等一下。说着便转身走到里面的屋子，不一会就抱出一个电视机大小的包裹和一封信。信中写到上面同意正式将他纳入国家编译局编外人员，而他的工作证以及相关的职业证书已经随同本次需要翻译的原稿一同寄来了，就在包裹里。看完信，周阳这才将汇款单拿出来，326元，还有面票50斤，米票30斤，自行车票和缝纫机票各1张，邮票、糖票以及其他工业票也不少。看来上面对我这个翻译天才还挺重视。满意的从邮局里走出来，随后周阳将包裹放到骡子车上交给李国强保管，而他自己则是亲自到不远处的信用社将汇款单兑换成钱，随后便让李国强赶着骡子车直奔供销社。同志，你又来了，今天要点啥？50斤富强粉，30斤东北大米，来点忽悠，5斤就够了。红糖和白糖各来2斤，大白兔拿2包。当周阳提着大包小包从供销社出来的时候，李国强整个人都骂了：妹夫，你这是打劫了供销社吗？呵呵，今天发稿费了，所以就多买了点。妹夫，你老实说，这次领了多少钱？不多，也就300多块钱。多少？准确的说是326块钱，另外还有一部分票据，加起来差不多够360块钱吧。我的个天神爷啊，怎么会这么多钱？你看这翻译满打满算也就1个月不到吧，这前前后后都快赚了500块钱了。想想我们一大家子人10多口子人辛辛苦苦1年，到头来除掉口粮分到手，恐怕也没有300块钱。咋了？受打击了？那倒没有，就是有点担心。我知道你当初娶小薇并不是出自真心，现在以你这可怕的挣钱能力，想来也用不着我们李家庇护了，你会不会不要小薇了？咋地？合着我就应该一直不思进取吃软饭，你就觉得安心吗？虽然不想承认，但事实好像还就是如此。行啊，我和小薇已经扯正了，而且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喜欢小薇，不，我爱她。对于世界而言，她是一个人，但是对于我而言，她是我的整个世界。回到村里已经是下午2点钟了，周阳先是将严耿东送回牲口棚，给他留了点大米和白面才离开。在李国强去生产队还车的时候，周阳扛着半袋面外加买回来的几瓶酒前往老宅。奶，是小姑父来了，爸爸抱抱。爸爸手里有东西没法抱，小宝去给哥哥姐姐们分享好吃的糖果吧。你这孩子提这些东西过来干啥？娘，今天这不是发稿费了吗？我就给老宅这边买了点富强粉，又给我爸买了2瓶酒。家里有粮食，浪费那个钱干嘛？是二锅头啊，这酒1瓶的1块钱哩。死老头子喝点散装酒就行了，哪喝得起这么贵的酒？娘，爹好歹也是一个村支书，咱就连1块钱的酒都不能喝。等以后赚了钱，我天天给爹买茅台喝。茅台我知道，之前我哥托人办事的时候买过，要4块多1瓶呢。我的个天神爷啊，4块钱1瓶酒，怕是县里的干部们也喝不起吧？4块钱也不贵。4块钱还不贵？你这孩子可不能买那么贵的酒，买回来我和你急。不买，四嫂，你的预产期是不是快到了？就在月底。四嫂，我看你这肚子实在是有点大，生的时候恐怕不太容易，要不到时候生产的时候还是去县里的大医院吧。前世钟娜生孩子的时候，周阳已经离开了。后来在调查李家的情况的时候，他才知道钟娜因为生孩子的时候难产，差一点一尸2命。虽然最终艰难产子，但是因为孩子缺氧窒息导致智力受损。去啥大医院多费钱，我这是2胎了，肯定没问题。周阳不再多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四嫂生产前将她送到医院，免得悲剧发生。从老宅回来后，周阳便将老徐寄来的包裹拆开了，一本是红色封面金色字体的外语翻译资格证书，而稍小一点的那个红本子则是工作证。有了这个护身符，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不必担心遭到不公平的对待了。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周阳登记完所有社员知青们的生产任务后，便在大队部里开始了自己的翻译工作。但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个举动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陈刚受了他爹的叮嘱，从开始密切监视周阳的一举一动，必须要抓住这家伙投机倒把的证据。姓周的竟然在看外国书，这年头上面对这个领域抓得很严格，现在老百姓手里除了一些学生用的教科书外，也就只有几本小红书了。而且要是敢看那些违禁的书籍被逮住了，那可是大事情。由于心里激动跑得比较快，所以回来的时候陈刚有些气喘吁吁的。跑啥跑？有狼撵你了？看你像个啥样子？爹，我发现姓周的罪证了。啥？这么快？姓周的在干啥买卖？他在和谁交易？爹，我说的不是投机倒把，而是……接着陈刚将刚才在大队部看到的情况详细的说了一遍。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外国书。虽然隔得太远没看清是哪国的，但肯定不是咱中国的。爹，咱赶紧到公社吧，这下肯定能将那小子搞死。不行，没有真凭实据，咱就算是去公社人也未必相信。
而且李丰年在公社也是有人的，说不定咱们这边刚刚举报，人这边就接到消息把书藏起来了。那咋办？咱先把书搞到手，然后拿着书去举报，这样人证物证全都有了，也不怕姓周的抵赖。接着陈建英在陈刚耳边悄然说了几句，而陈刚听到他爹的话后，眼睛顿时一亮，并不断地点着头。周知青，你快回去看看吧，你家着火了。得知消息的周阳立刻起身往家里赶，大队部距离他家不是很远，也就300-400米的距离。远远的周阳就看到他家的方向浓烟滚滚。然而就在周阳离开后几分钟，陈建英的身影出现在了大队部的办公室。陈建英拿起书上下看了2眼，发现果然全都是歪歪扭扭的外国字，连一个汉字都没有。姓周的是知青，而且据说他的家庭成分可不大好，他的父母亲到现在还处于改造之中，现在他还偷偷摸摸的看外国书。再结合姓周的这段时间大手大脚的花钱现象，姓周的肯定是那种被敌对势力收买的敌特分子，他就是靠着出卖国家机密才得到的那么多钱。真的是老天开眼啊，竟然让我破获了一起敌特渗透的大案，人证物证俱全，姓周的就算是想要抵赖都不行。当周阳回到大队部时，发现办公室里空空如也，不但书没了，就连他翻译好的那几百字的稿子也消失了。这下麻烦了，那本书虽然只是一本教科书，但是老徐可是在信里面特别强调过，那属于机密文件，千万要注意保密。现在书丢了，还谈啥保密呢？就在周阳准备到大队部的广播室用大喇叭喊一声看看谁拿了他的书稿时，严文辉突然走了过来。周叔，我有事和你说。啥事儿？你说。我刚才准备来这里找周叔你，结果看到陈大队长偷偷摸摸的来了，他把你桌子上的书偷偷拿走了，而且他好像去公社了。我爹让我赶紧提醒你，陈队长可能要对你不利。周叔，我爹还说了，实在不行的话，有啥事儿你可以往他身上推。你爹就不怕引火烧身吗？我爹说他这条命是周叔救的。你回去告诉你爹，他的好意周叔心领了，但是姓陈的动不了我，让他放心。此时周阳的院子里已经站了10几个身穿橄榄绿，胳膊上缠着红袖章，头戴钢盔的军人。穿越回70年代，我被生产队长陈建英污蔑为敌特分子，想用一本我给国家翻译的外国机密文件置我于死地，可是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媳妇，把我放书的那个箱子里的那个牛皮纸袋拿出来，就是里面装着2个小本的那个。接着李幼薇直接跑到了里屋，然后将周阳指明的东西取了出来。别紧张，只是2本证件。听到证件2个字，卢有明心里打了个突突。当周阳将里面的2个红本本拿出来之后，尤其是当他看到那本盖着国家编译局钢印的工作证时，整个人顿时呆住了。虽然不知道这个编译局到底是个什么单位，但是以国家开头的那可都不是什么简单的部门，绝对不是我一个现刑警队长能招惹得起的。周阳同志，这如你所看到的这样，我是咱们国家编译局的工作人员，目前为国家级翻译师，我现在接受国家的委派，正在执行机密文件的翻译工作。而你手里拿着的，便是我们国家好不容易从国外弄来的外文原稿。除此之外，你手里的那个文件袋里还有上级给我颁发的翻译师职业证书，以及他们给我任务津贴的相关说明，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证明我的清白。卢有明懵了，陈建英懵了，在场所有的社员知青们也懵了。卢队长，周知青怎么可能是国家工作人员？这不是扯了吗？他要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话，早就回城了，还用得着窝在这个山旮旯里？再说了，谁知道他的证件是真是假？那些敌特分子可都是十分狡猾的，说不定这些东西就是他们专门做出来迷惑你们公安的。卢队长，作为公安，你有这份警惕的心是好的，但是光有警觉还不行，还得有辨别真伪的能力。你现在可以到县里的机要保密局找他们的负责人询问情况，同时你还可以直接给宁市新华书店负责人徐永光，他也可以证明我的身份。当然了，更高级的还有，只不过你们没资格接触。此时卢有明已经被周阳的话震慑住了，为了保险起见，卢有明当即将自己的副手刘勇叫了过来，让他立即拿着周阳的证件去最近的团结公社，然后给县城和市里打电话，迅速核实周阳的身份。很快县里这边就有了回应，国家编译局确实是秘密部门，主要是负责一部分机密资料的编译任务，而这个部门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全国有实力的单位选调出来的，人员身份相对保密。根据上级部门给他们提供的最新涉密人员的名单，周阳赫然在列，其为省级重要的特殊技术型人才。紧接着市局那边也有了回应，我们联系了市新华书店的负责人，对方明确肯定周阳是他推荐到编译局的。对方还明确表示，周阳正在负责一项很重要的编译任务，不管出了什么事情，请务必保证周阳的生命安全。完了，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里竟然藏着这样的能人，竟然能在保密局挂名，简直没谁了。今天这事儿恐怕不好处理了，不但把人家的身份给暴露了，而且看那位刚才说话时的表情就知道把人给得罪了。很快回去核实周阳身份的人回来了，刘勇小跑着回到卢队长身边，然后将自己核实到的消息做了详细的汇报。周阳同志，您受委屈了，我代表我们刑警队向您道歉，请原谅我们的工作失误。卢队长，虽然你们在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念在你们也是受小人蒙蔽，且也是忠于职守，所以这事儿我就不再追究了。接下来我们可以谈谈下一个正事了。
周阳同志，不知道您还有啥正事？周阳当即从文件袋里取出老徐写给他的那封信，然后指着信件最后一段话：卢队长，我以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向你报警，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秘密文件被人窃取，并可能导致国家秘密被泄露，请刑警队予以调查。周阳同志，我代表县局刑警队接受您的报案，涉案的相关人员我们都会带回去调查的，把他抓起来。我冤枉啊，凭什么抓我啊？卢队长，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们的这位陈大队长是先去的公社，他应该是先把机密文件交给了公社的人，然后再由公社上报。是这样的。为了确保机密文件的内容不被泄露，我希望卢队长能将所有接触过这份文件的人都带回去询问一番。这包括我自己吗？您是办案人员，接触文件在所难免，我会向上级说明情况的。那就好，请您放心，我们刑警队一定会确保国家机密不被泄露。卢队长，你是老公安了，麻烦你过来看看我家这场火有什么问题没？随后，卢有明当即带着几个属下到火场周围查看了起来。很快，卢有明就发现这场火确实有蹊跷，基本可以判定为人为纵火。既然是人为纵火，那么我请求你们公安对这起纵火案进行立案调查，并请将这起案件将之前的机密文件失窃案并案调查。我怀疑有人利用这场火灾故意将我调火离山，并趁机窃取机密文件。请放心，我们会尽快查明事情真相。随后，在卢有明的命令下，包括陈建英在内的所有涉及这次案件的相关人员全部被带回了县城调查。八宝梁村陈家老宅，此时寿宴正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由于陈老爷子之前就是八宝梁大队的老支书，且他这个人为人仗义公道，所以在村里很有威望。但就在这时，院子外面突然响起了汽车的引擎声，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就看到一群荷枪实弹的军警冲了进来，将整个陈家老宅的进出口都围住了。与此同时，几个持枪的武警还跳上了墙头，手里的枪也对准了下面的人群，似乎怕他们跑了。卢队长，我是铸剑厂的陈鑫，不知道你带着这么多人来我家有什么事了？陈厂长，我们有事要找一下陈建英的家属，听说他们在这里，不知道都是哪几位？二婶儿、大狗子、二狗子、三狗子，公安同志找你们有事。同志你好，我是陈金。你就是陈建英的大儿子陈金，那他们是什么人？这是我娘，这是我二弟陈刚和我三弟陈铁。那没错了，抓起来！随着卢有明的命令，早已经蓄势待发的几个公安当即扑向陈金的队，很快就将他们母子四人给制服了。公安同志，抓人也得有个缘由啊，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事儿？你总得告诉我这个老头子吧。李桂兰、陈金、陈刚、陈铁涉嫌一起严重的刑事犯罪，现在我们奉命对其进行抓捕。至于具体案情，现在不方便透露，等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谁是这里的村支书？我是。你好，我现在要对陈建英、李桂兰的住所进行搜查，请你带一下路。穿越回70年代，我举报生产队长家侵吞集体利益。当柜子被打开的瞬间，所有人都惊呆了。只见半人高的大红柜里面竟然放满了各种精细的好东西，麦乳精、蜂蜜、白糖、红糖、饼干、糕点，真的是应有尽有，宛如供销社的货柜子。我的个天神爷啊！陈大队长也忒有钱了吧？麦乳精足足有9桶，羡慕死个人了。那花博士的确凉吧，足足4、5撇，少说也得值300块钱吧？哎呀，那是手表吧，1块好像要100多块钱吧？你们给老娘放下，那是我们陈家的东西。陈家几兄弟的脸色同样不好看，只不过相比于他娘的肉疼，几兄弟心里更多的却是恐惧。把这个大缸给我搬开的。当几个公安合力将大缸搬开后，发现缸下面铺了几块大青砖，大青砖下面竟然放着一个1尺见方的铁皮盒子。随着铁盒子被打开，众人再一次被震惊到了，竟然是一捆捆崭新的大团结，都是那种没有使用过的新钱，这满满一箱子少说也有好几万块钱吧。不过当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之后，也就14000块钱，因为箱子下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现大洋，目测至少200-300枚，甚至于人们还在里面看到了黄灿灿的金条。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家里竟然能搜出上万的现金以及大批的金银。要知道，即便是县城里的那些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一个月毛收入也不会超过60块钱，1年不吃不喝下来也就720块钱，10年也就7200元。走，去把陈家的地窖打开。好家伙，除了米面外，公安们竟然从地窖里取出50-60袋苞米，20多袋小麦，还有大量的豆子、油菜籽等等，所有的粮食加起来都快堆成一座小山了。完了，我们陈家全完了。姓陈了，你们哪来了那么多的钱粮？是不是吃我们的亏空？李桂兰，你们不是人啊！你们家的粮食放在地窖里都快发霉了，都不给我们吃，你们的心是黑的吗？你们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吗？要不是我们大家伙相信他陈建英，他凭什么当那个生产队长？卢有明带人在八宝梁村抓人抄家的时候，周阳却和林婉婉留在县局等消息。你要不要见见陈建英？不想。他现在还不知道陈金他们被抓的事儿，你难道不想亲自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吗？其实没必要怕他，他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落水狗，翻不起什么大浪了。真的可以吗？我可以陪你一起去。县局的审讯室里，陈建英心情烦躁地蹲在墙角，想着今天就是他爹70大寿的日子，
家里其他人肯定正在寿宴上吃香的喝辣的，而他却只能窝在这个狭小逼仄的审讯室里，饿着肚子。周阳，你这个小王八蛋，等我出去后，一定要给你个外来户好看。姓周的，你是来看老子的笑话的吗？不，我没有那么无聊，我是来告诉你一个天大的消息的。什么天大的消息？你会有那么好心？你们一家人要团聚了。姓周的，你是知道老子要被放出去了，所以是来求饶的吗？老子告诉你，这件事儿咱们没完，就算是李丰年来求老子。陈大队长，你想多了，我说的是你们一家人要在牢里团聚了，或许过段时间就会在阴曹地府团聚。什么？你这话是啥意思？字面意思，你老婆以及那几个儿子已经被抓起来了，很快你们一家人就会见面了。忘了，在案件没有结案前，公安应该不会让你们见面，怕你们串供。你胡说，举报你的事儿和我老婆儿子又没关系，公安凭什么抓他们？那件事儿确实和他们没关系，但是你们犯的又不止一件事儿。我们还犯啥事儿了？你可不要给我们扣屎盆子，老子不吃你这套。看来陈大队长的记性不好，连自己犯了啥事儿都记不住。不过没关系，我给你带了一个人过来，想必见了他你就能想起来了。过来吧。看到林婉婉的一瞬间，陈建英真的是肝胆俱裂。你怎么会在这里？你说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当然是来控告你们的。婉婉，我们错了，你不要告我们了，我会让老大以后对你好的。你觉得可能吗？想想你们这几年是怎么对我的，我在你们家连一条狗都不如，谁想欺负就谁欺负，现在没用了，你们还想把我害死，我恨不得吃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婉婉，你毕竟是老陈家的儿媳妇儿，害了我们的话，你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好下场？我都变成不人不鬼的样子了，再坏又能坏到什么地步呢？更何况只要能看着你们下地狱，我就算是舍了这条命不要又能如何？你凭什么告我们？你有证据吗？你说证据，我身上的这些伤够不够？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顶多只能说老大打你了，和我们又有啥关系？林婉婉突然愣住了，她突然想到自己确实没有陈建英强暴她的证据，而身上的这些伤顶多也就能证明陈经虐待她，怪不到陈家其他人身上。陈大队长，有些事情确实因为时间久远无法查证，但是想要送你们下地狱，又不是只有强暴妇女这一种罪名，比如说包庇罪，再比如说侵占集体利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呵呵，听不懂没关系。侯三怎么死的，你心里应该清楚吧？还有你家米缸下面的那些钱，地窖里的那些粮食，你都想好怎么和公安解释了吗？林婉婉，这些都是你告诉他的，老子真的很后悔没把你早早弄死。你不会再有机会了，现在公安已经去抓你家剩下的那些人了，而且还会对你家进行搜查，即使是你不承认强暴林之清，但单凭你犯的其他罪行，也足够你吃花生米的了。忘了告诉你了，梁月已经同意自首，并指证陈刚故意杀人了。咱们走吧，让陈大队长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吧。卢队长，抓捕还算顺利吧？有你们提供的线索和情报，哪还有不顺利的？你们都不知道姓陈家到底有多少钱，足足现金就14000多块钱，还有半箱子现大洋和金条，也不知道那些混蛋是哪里来的这些东西。那些现大洋和金条是陈建英前几年从别人家里抄回来的，被抄的那家人家以前是地主。这狗东西的罪名又多了一条，查实了后一起和他清算。卢队长，像陈家这事儿一般多长时间能宣判？最快也得3个月，毕竟这又是调查又是起诉的。1个月？我要1个月看到判决结果。如果卢队长你能办得到的话，我再送你一场造化。啥造化？一起命案。当然了，至于最后能不能拿到功劳，还得看你自己。连山县地广人稀，民风淳朴，已经好多年都没有发生过命案了。如果真能破获一起命案，那肯定是大功一件了。行，我会尽快查明事情的真相，并向上面申请从严从快审理这起案子的。行，我现在要去一趟县医院，关于命案的相关情况，我等一会儿回来再和你详细的说。县医院产科住院部，梁月神情萎靡地坐在病房外的长条椅上，看到周阳过来后，梁月身体竟然开始微微颤抖起来。梁志清，我找你有事儿，方便和我出去一趟吗？梁月知道周阳这次来找自己，肯定是带自己去自首的，心里顿时充满了恐惧和不安。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他唯一的出路，不然的话，他要么变成疯子，要么嫁给陈刚后被折磨死。行，我们走吧。小月，你先到外面等一会，我和周阳、周知清说几句话。看到梁月走远之后，沈晨露看着周阳说道：你是来带小月去自首的吗？你都知道了。你和小月那天说话的时候，我没走远，就在暗处听着。那你是怎么想的？我希望尽量不要追究小月的责任，稍微给点教训就可以了。为什么？你既然知道他要害你，那你为什么还护着他？周大哥，小月是我在这里唯一的朋友，或许他和我相处确实是有很多功利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间，他确实很照顾我的。我当年来这里的时候还没有满18岁，举目无亲，身体还不太好，经常因为低血糖而晕厥，但每一次都是小月把我送回宿舍，照顾我的生活，甚至于还替我完成生产任务。可以说，如果没有他的照顾，我或许早就死了。
虽然那天那件事情他确实做的不对，即便是判刑也不冤，我的心里也怨他，但是却不想毁了他。他的事情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是性质却有些恶劣。如果你想帮他的话，可以出具一份谅解书，或许可以减轻他的处罚。好，我会写的。再次回到县公安局，周阳将梁月送到卢有明的办公室，简单的说了一下情况后便离开了。等再次来到医院，四哥李国强正陪着钟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妹夫，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已经处理好了，陈家的那些人渣们已经全部被抓起来了。太好了，真的是恶有恶报啊！四嫂，你这几天感觉咋样？还行，就是身子有点沉，走路也不大得劲。我看你的肚子比前几天又带了些，看得我有点心惊胆战啊。四嫂前世难产，差点一尸两命。今天钟镇南教授正好在这，看看能不能改变四嫂的命运。四嫂，我给你约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走，让他给你瞧瞧。